我虽然已经成教授了，但是技校也要考试了，所以请大家帮帮我吧。蓝冰虽然是技校生出身，但如今已经是龙科院的教授了，居然还有不长眼的家伙敢绑架他。之后各路人马出手进行暴力营救。哪个不长眼的敢对蓝教授下手？给老子站出来！那些保镖还有车主憋在那里，一句话都不敢出。谁打的？我再问一次，小子，你有种啊！连首长的人你都敢对他动手，你真是有种啊！刚刚动过手的都站出来！没打，我没打，我也没动手，我就看看。放我们走吧，我知道错了。我不管你们是谁，更不管你背后有什么人。打了蓝教授，没有枪决，你们都应该烧高香，统统带走。大蓝教授，让你受苦了。是我失职，我自请责罚。龙哥，这不怪你。再说，我这不是没事吗？不必大惊小怪。可控核聚变居然被我一个技校生给造了出来，也就是钢铁人的那个托克马克装置，不出意外的惊动了业内所有顶级大佬，这让抛弃我的前女友和他的经纪人都追悔莫及。魔都金融大厦内，李腾爸爸李正先正在审核项目。什么？让人抓走了？什么人抓的？不清楚，来头不小，声势滔天。什么？难道碰见了？老哥，告诉我，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重要的人物？呵呵呵，你得罪大了。据我所知，已经超过4位大佬打电话要人，哪个你都惹不起。难道一点办法都没了吗？告诉你，你趁早死了心。这次你儿子捅了大篓子了，谁也救不了。老李，儿子怎么样？快说，儿子到底怎么样了？给老子安静一会儿！老子好好的儿子都让你给败坏了。我苦命的啊！第二天早上，李正先因贿赂和非法征地被带走。下午又爆出，在征地过程中牵涉暴力强拆，甚至有人死在了征地现场。孽种啊！你把老子坑惨了！曾经的魔都首富一夜之间成了过去式。你们是不是没有意识到蓝教授对咱们龙国的科学研究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若是蓝教授有个好歹，我死都不足以谢罪。我错了。我建议给蓝教授配一把利剑，防止蓝教授出现10意外。配剑在龙国，只有战略级人士才有资格配剑。事关重大，我需要向1号汇报。蓝冰这样的国事，理当配剑。魔都首富李氏父子已被关押到监狱中，而蓝冰前女友的豪华别墅中。康哥，你说我该怎么办啊？之前咱们花了大价钱才搭上李少这条线，现在怎么说断就断了？你先不要着急，我再想办法。那你赶快想啊！离宴会时间只剩下4天了，若是到时候我还拿不到请柬，就彻底错失了这次的机会了。好了，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去再找关系。龙国要闻：伊克特国王2世阿布拉今日抵达燕京机场，开始了为期4天的访问。欢迎光临！大蓝教授，你也赶快过来燕京吧。孙部长，我先不过去了。那国王儿子不是3天后才办宴会吗？我到时候过去见见他们。走不开也得走。今晚的国宴，1号特地给你留了位置。阿布拉国王也对你十分钦佩和敬重，想要和你见一面，你必须得来。居然还专门给自己留了位置。好，我马上出发。刚刚安排好一切，蓝冰打开随身带的电脑，开始继续他的光刻机的设计工作。蓝冰，我们都在这里看你半天了，见你一直专注，就没有打扰你。对不起，刚刚没看到。他们过来，你们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下次记得叫我。这么多领导在这看着你忙活，这么久你都一点没有察觉，厉害！更牛的是，你竟然全程都坐着。那个，我说我是被吓到了，站不起来，你们信不？吓到站不起来，我信你个鬼！晚上，蓝冰准时出席晚宴。小老弟，有点面生啊！你是做什么的？我吗？龙科院搞科研的。龙科院的研究员怎么会在这里？小兄弟，你们龙科院的袁大伟没给你下达什么任务吗？比如拉点科研投资，或者搞点产学研合作啥的。小伙子，看你一脸茫然的样子，应该和袁大伟不熟吧？确实不怎么说。哥几个，咱们去敬一敬那边的大佬吧。随后几人去敬酒，蓝冰一人享受美食。国宴的菜品本就精致，再加上蓝冰改造身体之后，胃口比较大，居然全都吃完了。你一个人全吃完了？没，这不还有吗？你们看，造型还在，哈哈。你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就是我们都还没吃，你竟然趁着我们敬酒的空档偷吃这么多。改天有时间，我得给你们龙科院院长袁大伟好好说道说道。开宴早就开始了，是你们自己不吃，怪我喽。这时宴会的主角伊克特国王阿布拉2世出现了，他好像在朝着咱们这边过来。阿布拉带着所有的官员全都朝着这个桌子走来。阿布拉国王走来了，你怎么还不站起来？也不知道是谁领来的，这么不懂规矩。大蓝教授怎么样？吃好了没？所有人看着这一幕彻底傻眼。别，坐着就行。上次见1号的时候，你都是坐着，见了我也没必要站起来，怎么随意怎么来。孙部长，您就别说笑了，下午我是真的太激动了，站不起来了，不是故意的。怎么，
你见到我就不激动吗？我哈哈哈。蓝教授，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伊克特国王阿布拉二世，现在可是专门过来拜会你的。蓝教授，我的朋友，我伟大的恩人，感谢你，感谢你救了我的国家，救了我和我的子民。啊，那都是举手之劳。为了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给您准备了一个小礼物，还请您一定要收下。这9州8宝黄金鼎是我特地请龙国的珠宝大师设计制造的，不知道您是不是喜欢？这个我没办法接受，太贵重了。蓝教授，还请您无论如何一定要收下，这是我和我的人民一点心意。您言重了，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而已。幸亏对您的资料进行了调查，否则真的要被你给忽悠了。蓝教授，若您觉得我们诚意不够，只要您提出条件，我们都会尽量满足。我不是，您真的高估我了，我就是一普通研究员，不信你问孙部长。蓝教授，我一话把这宝鼎送您府上。这样吧，就放在科技部吧。一番深入友好的交流后，孙部长带着阿布拉等人离开。您到底是谁啊？高考倒计时的数字即将归零，一人一句加油，为每一位努力改变命运的追光少年加油吧！可空核聚变居然被我一个技校生给造了出来，也就是钢铁人的那个托克马克装置，不出意外的惊动了业内所有顶级大佬，这让抛弃我的前女友和他的经纪人都追悔莫及。国宴结束后，和蓝冰同桌吃饭的一个年轻人回到房间，宝贝儿，怎么样？知道我的厉害了吗？那是我们朱少最能个了。切，我的实力不仅如此。对了，朱少，别忘了把那邀请函帮我准备好啊！放心吧，本少爷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豪门盛宴。蓝冰刚刚回到酒店，就接到了孙部长秘书李军的电话。蓝教授，您休息了没？部长说明天上午想要和您见一面。孙部长这么忙的人，抽时间见我，我自然是有时间的。好，到时候我去接您。来，吃点东西吧，我去厨房专门按照你的口味准备的。你怎么知道我饿了？吃国宴的有几个能吃饱的？哈哈。明天你要去参加伊克特王子的宴会，能不能把我也带上？你想去？想。来吧，正好我不懂外语，正好我可以给你当翻译。红墙内，紫光阁3号会议室。孙部长，现在芯片研究到什么地步了？二鬼子总统是铁了心要掐咱们的脖子，一旦芯片断供，汽车、电脑、手机、智能、物流等高附加值行业全都会大大受损。目前咱们的芯片技术只能满足14纳米的生产和制造，能够满足80%的基本需求，但是剩下的高精尖的20%需求仍然需要进口。咱们大概多久还能赶上来？我只能保证距离会越来越小，至于赶上，还真没办法给出具体的期限。难道就没有可能弯道超车的可能性？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弯道超车。同一时间，蓝冰写出了光刻机制造的第一部分。把这些资料准备一下，下午去见孙部长。你准备给孙部长讲你的计划？仅依靠魔都龙科院还有我自己的力量，想要完成这么浩大的工程，恐怕有不小的困难。一个人就想要挑战光刻机的制造，还说困难不小，这话若是被旁人知道了，恐怕都要忍住爆粗口了。下午，一辆专车准时出现在国宾门前，车子开得不错，很稳，竟然没感觉到摇晃。谢谢啊。蓝教授，你好，孙部长让我下来接您。不必客气，我自己会走路。蓝教授，这次主要是想给你介绍个人认识。介绍个人？你上次在龙国遇到危险，着实把我们吓了一跳。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准备派个人过去保护你。真不用了，上次是意外。他和其他人可不一样，一个人抵得上一个警卫连。这好吧，我听从安排。去把骆将军请出来吧。报告，骆将军，来坐坐。不必客气。蓝教授您好，感谢夸奖，可能以后要经常给您开车了。原来你是蓝教授，只要我还活着，我就可以保证您不会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谢谢，辛苦了。那个，能替我挡子弹吗？能。谁想要伤害您，就必须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别，生命都是平等的。说起来，蓝教授与我还有救命之恩哦。还有这事儿，几个月以前，我还是一个残疾，是蓝教授的神经修复药水帮我恢复了双腿。啊，我想起来了，之前剩下了一点药剂。没错，是我，一直欠您一句谢谢。不用客气，举手之劳而已。你们先聊着，我到外面等着。蓝教授，你之前说的新型飞机的制造，现在到哪一步了？都在加紧装配。听老刘说，所有的配件已经全部生产完毕，剩下的就是组装，最快1个星期左右。1个星期？这已经是火箭般的速度了。常规操作而已。自从上次你设计出了电磁脉冲炮之后，米国退避三舍。可是最近，他们似乎找到了破解之法，又开始猖狂起来了。若是战机能够在航空展大展身手，想必这些羊毛子就要再掂量了。没问题，保证能够赶上这次的航空展。好，我等你好消息。来电话了。什么？不卖了？他们这是背信弃义，还有没有契约精神？挂断电话，孙部长的脸上带着怒气。怎么了，孙部长？这事告诉你也没关系，反正也是要见报的。
商部那边传来消息，阿斯米公司取消了5纳米光刻机的订单，咱们等了3年的订单被米国抢走了。孙部，您可是堂堂龙国一部之长，您明确告诉他们，订不来，老子不要了，我龙国自己解决。我们不但要自己解决，还会报仇雪恨，让他们等着。蓝教授果然还是年轻气盛，有骨气，有血性，这才是咱们龙国的大好男儿。孙部长，我不是在说气话，不瞒您说，我这次过来就是想要告诉您，我想要开启光刻机的研发。你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呀，我已经有了完整的理论验证，这也是我最近在忙的事情。可你是研究核物理和动力学的，而这光刻机更多的是光电学科。你之前……孙部长，请相信我，我在这里给您立下军令状，若是6个月之内不能突破掐脖子的光刻机和芯片技术，我就……别，不许瞎说！小孩子发什么赌咒？我保证咱们反卡米国和阿斯米的脖子，以后芯片不再是咱们的卡脖子技术，而是咱们的利器，咱们可以随时遏制米国和西方的利器。我做梦都在想着这一天能够到来。会来，马上就会到来。根据我现在的预算，需要资金200亿，光电科技的人才大概300人，另外需要各式各样的基础的光学设备。好，完全没问题。但是想要一下子凑够这么多人，恐怕需要光学所的人支援了。谢谢孙部长。洛天成从办公室里面出来，坐在了等候室等候。你也是等蓝教授的吗？我是蓝教授的司机兼保镖。什么？这都是我的职责啊！你是来抢我的饭碗的吗？龙战少校常年驻扎在龙科院警卫连，警惕性高，尽职尽责。哦，你听说过我的大名？不过可惜实战经验差，需要多加磨练。说我实战经验差，要不咱们比划比划？再说你又是什么人？洛天成。你真的是洛天成，特战兵王，龙王大弟子，曾经一人杀尽以色列，单杀摩萨德头目的洛天成。是，你好烦啊！那以后就要麻烦你了。这是我的本职工作而已。今天阿布拉王子在鲲鹏大酒店设了宴会，他们派了几辆车来接你，让你选一下。都有什么车啊？有宾利天乱、路虎显胜、奔驰小 G， 还有保时捷卡蛋。天，都太高级了。在咱们龙国出行，自然乘坐龙汽集团的车就很好。乘坐龙汽的车子过去？之前不是说要借他们的厂子，我自己做一辆车子吗？正好感受一下，有助于我在做具体的改进。好，我去协调一款龙汽的车子过来。可控核聚变居然被我一个技校生给造了出来，也就是钢铁人的那个托克马克装置，不出意外的惊动了业内所有顶级大佬，这让抛弃我的前女友和他的经纪人都追悔莫及。下午5点多的时候，酒店门口豪车云集，真是开了眼了。坐着龙汽的车子，穿着土拖拉机的衣服，也配参加这宴会？不知道丢人吗？少爷，这种人没教养，不懂得尊重，不必和他一般见识。我和他一般见识，他配吗？对了，米歇尔那个小妖精来了没？还没到，说是路上堵车。切，什么路上堵车？不过是想要刻意的和我撇开关系，婊子无情，戏子无义。米歇尔，你看那些臭男人看你的眼神，一个个目光里都藏着钩子。今天好好表现，只要你能疏通关系，保证以后星途顺畅。放心吧，康哥，有机会我再唱一首《爱我你就离开我》。酒店最深处，阿布华正在接受国王阿布拉2世的训话。记住，今晚你的目标只有蓝教授一个，只要你能够和蓝教授搞好关系，我就算你大功一件，明白吗？是，陛下。王子殿下，您之前发出唯一一张黄金红钻邀请函的主人已经到来。什么？已经到了？混账！怎么搞的？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在他快来的时候，告诉我亲自下去迎接的吗？回殿下，我们没有收到任何他即将到来的信息。行了，他在哪？赶紧带我过去。是。蓝先生，抱歉，有失远迎。你竟然懂我们的龙语？龙国是文明古国，我对龙国十分向往，所以从小就学了龙语，曾经在这里留学3年，对我的影响很大。那我只能说你很有眼光，龙国文化从来都是越学越觉得高深，你终将受益终生。是啊，现在已经明显感受到了。蓝先生里面请，吴小姐您先在此稍后，保证不会让您久等。好的。不用找了，我在查看地形和守备情况，你在大厅就好。好。蓝先生，我的朋友，请坐。好。蓝先生，我这次请您过来，主要是想要请帮忙，是否能够帮我们设计一款电磁脉冲炮？您放心，钱不是问题。抱歉，这些已经超出我的职责范围了，我没办法做出回答。蓝教授，您别误会，在来之前，我们已经询问过孙部长和军工贸易部主任傅海明先生，他们说主要看您的意见。当然，无论是否答应，我们都希望和您
和龙国成为很好的朋友。这样啊，我回去考虑后给你答复。谢谢蓝教授。你也知道，我的祖国此刻正在遭受灭顶之灾，米国的战机如同达摩克里斯之剑，时刻悬挂在我们伊科特人民的脖颈之上。我理解。蓝教授，咱们聊点您感兴趣的吧。你说有没有一种石头可以完全的违反重力，漂浮在空中？理论上是可以的，但需要提供动力。天然的反重力物质不存在的。我也好奇这个，但是我们那里确实有一座这样的小山包，可以违反重力悬浮于空中。不信，您看这个。有没有对它做过什么探测？之前我们的专家测了一次，这个是参数，这东西很硬，用金刚石都划不破，爆破也没有成功。有做过磁场感应吗？有，不过和周围的山体没有任何的差别。在未来图书馆里并没有这么多东西，看来有必要再核实一下。还有其他资料吗？另外这样的东西有几个？这是其他资料，只有这一个，至少目前我们发现的只有这一个。鲲鹏酒店，此刻政商名流都来得差不多了。志刚，这个是你妹妹。李海王，离我妹远点，不要打我妹妹的主意。不要这么激动好吗？我已经打通了阿布华王子的关系，这次伊克特的生意铁定是我们的。你若是愿意把妹妹介绍给我，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还不是有肉一起吃，有汤一起喝。放屁！谁不知道你就是一个大海王？你要是敢动我妹，我弄死你！随后一个鸟牛的身影入怀，这女人太妖娆了，烈焰红唇，眼神更是勾魂夺魄。李少，不准备喝一杯吗？是不是不打算给面子？谁会拒绝一个美女的邀请？那岂不是禽兽不如？啊，李少果然好酒量。跟你喝点，酒量不行也得行啊，哈哈。李少、朱少他们都在忙着和伊克特的那些阔少公子谈生意，你们不怕生意被他们给抢走了吗？你怕是不知道李少的厉害。李少和伊克特王子阿布华是同学，两人是铁哥们。哇哦，看来自己这次选对了。早听说李少手眼通天，没想到在国际上还有如此广阔的交际。不过是一般朋友而已，被阿布华老哥知道，又要说我乱嚼舌根了。看来李少在伊科特的生意是十拿九稳了。不要乱说，祸从口出的。远处，吴晶晶坐在那里，决定等蓝冰出来后就拉着他赶快离开。怎么了？是不是很无聊？没，就是有些不适应。谈得如何？还行，不过是利益之交，我不太擅长这种。你不需要擅长这些，现在这样挺好的。爸爸接电话啊！孙部长打来的。蓝教授，想必你也看新闻了。今天下午传来了消息，商部和他们的谈判并不顺利。米国狮子大开口，以高科技制裁为借口，想要逼迫咱们就范，在贸易上做出巨大让步。我听说了一些，您需要我做什么？我想再找你确认一下，那个脉冲电磁炮，若是卖出去，是否会影响咱们的战略压制地位？有没有可能造成技术外泄？孙部长，您这是想要借刀杀人啊？蓝教授，你这反应速度，就算是不做科学家，也会是咱们龙国的好领导。孙部长放心，首先我保证这刀好使，短时间内能杀个尽兴。第二，这刀轻易不会被仿制。第三，纵然真的被仿制了，咱们还有更有优势的长刀，能够始终让咱们保持先进性。哈哈，好，你有这话我就放心了。没问题，正好我在阿布华这里，一会儿我去和他说一下，想必他们会高兴万分。这也算是合作共赢了。阿布拉二世还是可以信赖的。明白了，你还得在这里等我一会儿。没事，你去吧。同时，阿布华王子还在想着该怎么给父王汇报情况。父王交代的任务，若是完不成，整个伊克特也会陷入危险中。哎，殿下，蓝教授再次返回，说是有事儿要和您说。蓝教授，抱歉让您久等了。不碍事，只是想要告诉你，我刚刚突然想到了制造电磁脉冲炮的方法，最近应该就可以给你们提供几台过去。打卫星可能做不到，打一两架飞机应该没问题。蓝教授，您真的要给我们电磁脉冲炮？不是给，是卖，嘿嘿。那我们也感激万分。这个世界小魔主可不是这么好买的，您是我们伊科特的大恩人。不过我有个条件，你说的那个悬浮的石头，我希望你们帮我弄过来一些。您放心，只要我们有的，一定竭力奉上。阿布华迫不及待地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伊克特国王。好，做得好，有了这力气，米国总归是要掂量掂量了。找个地方聊聊吧。看在你当年对我不错的份上，我给你3分钟时间，告诉我你过来是什么目的。啥？怎么不愿意说？是不是难以启齿？我看到你进入龙科院，本来还替你高兴的，可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攀上了武静静，想不到你的女人缘还不错，只是可惜你的好日子快要到头了。如果你没有其他事情，就请离开吧。我看你实在可怜，这里面有20万，拿着。呵呵，让你拿着就拿着，咱们两清了。哦，对了，再给你一个忠告，你的衣服
和这场合不搭，想来蹭场子，至少也要下点本。而且听说今天有人坐着龙汽汽车过来的，说的就是你吧？下次别来了，免得丢人现眼。蓝冰没有理会，转身走入大厅中。李少，您知道我是重金属矿产开发的，若是能够在伊克特开展业务，少不了您那一份。我们也是，只要能够进军伊克特市场，保证您有一份。是啊，以后还要多多仰仗您。好说，好说，有钱大家一起赚。那小子是谁？这小子面生啊，没见过这好人。怕不是圈里的吧？瞅瞅他那寒酸样，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坐着龙汽的车子过来的。什么？龙汽？这小子不嫌丢人吗？静静小姐，是否愿意和我喝一杯？滚！哈哈，静静小姐，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可能爱上你。神经病！哼！别走啊，给个面子。别碰我！李少，你没事吧？哪里来的泼妇，到这里来撒野？李少，老子看上的女人，轮得到你这小妖精在这里说3道4的？给你脸了是吧？呵呵，真把自己当成人物了，不过是一个玩物而已。静静小姐，现在请给个面子，陪我喝一杯。李少，我妹妹她一时失手，你给老子闭嘴！今天不让我满意，谁也别想好。年轻人说话要有教养。你特么又是？你是谁？敢打我？信不信老子弄死你？放开我！你特么！我错了，别打了。送包。正在这时，外面的侍卫全都冲了进来，手里面还都带着枪。住手！都住手！蓝教授，你没事吧？我没事儿，只是我朋友把你的地板给弄脏了。蓝教授，您这是说的哪里话？您能来，就是给我最大的面子。别说弄脏地板，您就是把这里给拆了，那也是我的荣幸。那就麻烦你自己收拾一下吧，我还有事先走了。蓝教授，实在对不起。哦，对了，下次你若想见我，直接联系静静，我不喜欢这样的场合。抱歉，十分抱歉，保证不会再有下次。咱们走吧。好，我送您出去。送完蓝冰，阿布华回到大厅里。哥，来人，把这不速之客扔出去，再敢进来，视为对我领地入侵。哥，我是李志祥啊，我抱歉各位，让大家受惊了，刚刚只是意外，大家继续。米歇尔，咱们走吧，太可怕了。几乎被打残了的李志祥回到家就对着老爹李天花哭诉：你说什么？这人往死了打你？是啊，真快给我打死了。聂种，别说他往死了打你，他就是打死你，老子也认。我说老头子，你不帮儿子报仇也就罢了，还敢在这里说风凉话。闭嘴！你知道打他的是谁吗？谁？天王老子也不成。他是龙王大弟子，剑阁首席君子，剑落天辰，连欧洲罗斯的家族的第1位继承人都死在他的手上。关键我没有惹他，是他突然跳出来打我的。什么？自己跳出来打你？你算什么东西？他最近给一个神秘人当护卫，你若是不惹他，怎么会？神秘人，护卫。聂种，你这个聂种啊！你老老实实把今天的事情给老子讲出来，敢漏一个字，老子活剥了你！我就是看到有个女孩长得还不错，我想去交往，然后她男朋友来了。男朋友姓什么？是不是姓蓝？好像是，对，叫蓝冰。聂种，你个聂种啊！老子迟早要被你坑死！连1号州叮嘱要好好保护的人，大名鼎鼎的洛天辰将军当护卫的人，你竟然抢人家女朋友！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了朱立伦的家中。你敢嘲笑蓝教授？你有什么资格嘲笑蓝教授？你给老子想想，好好想想，有没有得罪蓝教授？没有，绝对没有，我就背后说了一句而已。爸，他到底是谁啊？是谁？是当场杀了你都不用负一点责任的人。怪不得他的手下敢如死手对待李志祥。蓝冰直接被安排专机，朝着魔都复兴楼而去。怎么这么着急？不是说还要看新飞机组装进展，还要去龙汽集团设计汽车的吗？现在有个急事儿，先把这事给办了，再返回燕京吧。这些是电磁脉冲炮的全部资料，把他们伊克特的气象资料帮我调出来。波段需要加长，同时核动力系统也需要做出改进，使它能量变小，释放30次就差不多了。啊？只能使用30次啊？持续送钱的伊克特才是好朋友。蓝冰要是不搞科研，做生意也是一把好手啊。第3天，终于做好了。打卫星或许有难度，但是想要把飞机打下来没有丝毫问题。你赶快休息一下吧。不行，不能休息。商部还在和米国谈判，马上拨通孙部长电话。国王阿布拉2世看着天空中坠落的3架战机，眼神中饱含热泪。一个中东丐帮居然能打咱们的飞机，可控核聚变居然被我一个技校生给造了出来，也就是钢铁人的那个托克马克装置，不出意外的惊动了业内所有顶级大佬，这让抛弃我的前女友和他的经纪人都追悔莫及。
米国和龙国看上去是在进行商务谈判，实则是米国在强制制裁龙国。孙部长，我是蓝冰，那3台脉冲电磁炮制作完成了。好，这电磁脉冲炮对米国战机的命中率大概是多少？若是能够雷达锁定，命中率几乎100%。电磁波和光速一样，目前的科技没有什么能够逃脱光速的追捕。这太好了！我这边感知出了3台，可以将命中率提高到99.9%。为什么还有0.1%的概率逃脱？您觉得火力不够吗？那我再感知1台，把命中率提高到99.99%，如何？好，咱不能把事做绝，给他1/1000的逃生概率，能不能跑得掉，就看他们的运气了。孙部长眼神中露出杀机。何不成功了？咱们不需要再让步，是时候也让他们紧张一哈子了。好，我静候佳音。如法炮制，蓝冰终于把这第4门电磁脉冲炮也完成了。看着这4门炮，蓝冰的脸上终于露出笑容，算是有些收获。你回去休息吧，这边我来看着。好，剩下的就交给你了。这4门电磁炮的使用步骤我都写好了，配合神木雷达使用。静静小姐，我们伊克特人永远记住蓝教授和您的恩情。不必客气，操作要点我已经给你写出来了，同时给你录制了视频资料，不要操作失误了。您放心，我一会儿登机之后就会好好研读，保证不出差错。早晨6点，伊克特阿布拉机场。父王，小魔主，我从东方请回来了。好儿子，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不，父王，咱们马上部署。米国习惯于9点左右飞一波，咱们也试试威力。好样的，儿子。4门电磁脉冲炮全部部署完成。国王阿布拉2世、王子阿布拉等人全部紧张地坐在控制室中。这里的景色可真漂亮。嘿，谁说不是呢？马上就要到达目标点了，都精神点。该死的，下次能不能把这雷达锁定警报给关闭掉？太吵了。布鲁斯，你说怎么样？布鲁斯，我给你说话呢。呼叫总部，请联系布鲁斯。报告，图巴特也在下坠。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呼叫总部。国王阿布拉2世看着天空中坠落的3架战机，眼神中饱含热泪。打下来了，真的打下来了！伊克特有救了，咱们又有希望了。太帅了，简直是！阿古柏，你亲自带队带回飞机残骸，带回人质。是。阿布华，你留在这里坐镇，再赶过来，全都给我打下来。遵命。我去见记者，要昭告天下，咱们伊克特从今天开始再也不怕米国。米国圣罗纳大酒店。规则是咱们制定的，他们终将会妥协，因为他们已经别无选择。您预计他们还要挣扎多久？不出意外的话，下午就会有一个大大的惊喜。米国3角大楼作战中心此刻全都乱成一锅粥。 3个飞行员联系上没有？暂时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已经失联20分钟了。找，继续找。根据身在伊克特的线人的说法，他们均被击中并坠机了。什么？击中？就算是击中，也应该有一个反应时间啊。我们怀疑这种手法特别像电磁脉冲炮。电磁脉冲炮就是前段时间打中棒子国卫星的武器。咱们的科学家不是说已经通过技术手段可以规避这种攻击了吗？您看，大家好，这里是伊克特，这里是我们的土地。这3名飞行员还有这3架战机是米国对我们入侵的罪证。一个中东丐帮居然能打咱们的飞机，电影都不敢这么演，假新闻，绝对的假新闻。很快第2个视频发出，更多细节被曝光出来，甚至把已俘虏的飞行员照片和他们在米国飞行学院的照片做对比。这下米国再也坐不住了，拉希里再次见到了何布。听说前段时间你们研究出了电磁脉冲炮。听说，拉希利阁下，我觉得这里2个字和您的身份不符。呵呵，伊克特国王从贵国走访结束之后，回去就让我们失联了3架飞机，这2者是否有关联？对不起，您说的我不清楚。何不，我们侦查到今天早晨有一批物资到达阿布拉机场，不过是正常的商业往来而已。你们若是有飞机坠落，总不能都怪到我们头上。而在龙国，孙部兴奋地给蓝冰打电话。蓝冰，好样的！我听何不说，拉希里的脸都变成了酱青色了，哈哈哈哈哈！好啊，先这样，我也到燕京了，先忙了呀。你小子不去好好休息一下吗？没事，我还年轻，科研工作最重要。你小子别仗着年轻肆意挥霍吧，再紧要的事情也没有身体健康紧要。今天说啥都得给我好好休息。老胡，我连续睡了8、9个小时，已经歇了1下午了，现在正是精力旺盛，我也睡不着啊。你简直就是一个怪物。老刘，你也没走呢。你怎么来了？刚刚熬了这么久，不准备放松一下吗？我都休息过了。再说，这个飞机的任务不是着急吗？还等着飞行展会呢。现在怎么样了？所有的单元装备都已经制造完成，还有25个模块等待装配。还有25个，若是照着这个速度进行下去，纵然是2个月，也还是无法完成。老刘，这次航空展最迟多久进场？也就是说，咱们最长的期限是多少天？18天。18天？那咱们的飞行员熟悉一架飞机要磨合多长时间？差不多100多个小时，但这完全是新型战机。恐怕至少需要200个小时，那咱们实际的装配时间只能压缩到10天了。什么
10天，这对，只有10天的时间。我们参加航空展，不是要送过去一架飞机空壳，我们要能够让它在天空飞行，要能够在飞行中展示它的优秀性能。另外，再给飞行员2天的培训，5天的实操。培训用2天，2天后就直接实操上手。这蓝兵，这个计划是否太激进了一点？放心吧，我心中的有数。老廖，辛苦你把各项工作资料给我一下，越细越好。好，那些资料都在我的加密库里面，我给你开通权限。那咱们就开始吧。我先去看下各个车间，再看下资料，明天给大家一个更加详实的计划。各位，咱们要相信蓝教授，同时也相信我们自己。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我就是给他们再过一下工作。8号车间的13号模块中的电子系统是谁负责的？怎么了？电子通讯系统装备总共有5种静默模式，那里只装配了1种静默模式。面对电磁脉冲这种武器，会变成活靶子，拆了重新装配吧。就这么走了一圈，就能找出这么大毛病？蓝教授，13号模块的负责人吴志军想要辩驳。老吴啊，一会儿再查看一下。若是完不成，我提头来见。那就拜托了。不过你的头应该不会太好吃哦。可控核聚变居然被我一个技校生给造了出来，也就是钢铁人的那个托克马克装置，不出意外的惊动了业内所有顶级大佬，这让抛弃我的前女友和他的经纪人都追悔莫及。既然大蓝教授指出来了，你就再检查一下。好吧。刚开始还有些不乐意，但是查看半小时后，一脸羞愧的回来了。怎么样？好像是，别好像，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确实如蓝教授所言，5种静默模式只连接了1种。什么？5种只连接了1种啊？这绝对是重大失误啊！老吴啊，老吴，你也不是第一次带项目了，你知道这样要是在战场上，不但导致机毁人亡，甚至牵涉整个战争，这种损失你承担得起吗？这次时间上面太着急了。这么短的时间里，确实，我认罚，扣钱停职我都认，但请不要停我的工作，我不想错过这件伟大战机的诞生。还是去问一下大蓝教授吧，他是总工程师。对，若是蓝教授不能接受你了，那就对不起了。我理解，我有罪，认罚。刘明生看到众人的表情，再次说道：各位，龙国的空战地位会从咱们手中的这件利器划分为2页，之前是追赶，之后是超越。我知道大家的工作都很累，但是还请一定仔细。20天后的航空博览会就全看诸位的了。随后，刘明生、胡月明、吴志军3人朝着蓝兵的办公室走去。人都说一目十行，大蓝教授这直接是一目十屏了。大蓝教授，您看这么快，能看得过来吗？确实看不全，但是好在这些参数我都心中有数。小蓝子啊，这个战机的制造过程中的参数您都能记得，这可是几亿个数据啊！这虽然数据很多，但都是有规律的，记起来并是太难。再说这东西我自己设计出来的，我能记不住吗？3位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大蓝教授，我过来是来认错的。那个电子静默系统在装备的时候，我确实弄错了。我有罪，请您责罚。吴主任，您严重了。工作中出现错误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很多人都会犯错。这样吧，责罚就免了。您和团队先从8号车间撤下来，后续的工作交给其他团队去做。大蓝教授，求你不要将我调出这个项目，这次错在我，不在我的团队。如果非要惩罚，请惩罚我一人，和我的团队无关。那个，我愿意承担所有，请不要惩罚我的团队。吴主任，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先平身，多大点事儿啊！可是您说要我和团队全部离开这个项目，这比杀了我还难受。您误会了，我只是说从8号车间撤下来，您可以和团队继续把19号车间的24号的电子侦察模块调试好。真的吗？您非常优秀，怎么舍得让您退下来呢？蓝教授，您放心，我们一定深刻反省，好好工作。若是完不成，我提头来见。那就拜托了。不过你的头应该不会太好吃哦。哈哈哈哈哈哈！这胡院长、老刘，你们还有事情吗？没有的话，我就。没事了，你忙你的吧。回到办公室，副院长胡月明电话便响了起来。老胡，你们研发的新型飞机什么时候能够交货？有些飞机已经进场了，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进场？快了，快了！你们这次可得打起精神来，这次的航空展非常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咱们龙国在国际上的航空地位。我明白，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米国这次几乎把战机全部换了一遍，原来的侦察机 U7虽然性能绝对世界第一，但是因为被咱们的激光武器给摧毁了，现在他们直接拿出下一代 U8 侦察机，听说可以实现全隐身。行了，知道了，咱们要相信蓝兵教授。不是不相信他，咱们目前没有这么多机型可与之抗衡。算了，也不要有压力，咱们慢慢来。他们的军费是咱们的8倍，这种情况也正常。我保证大蓝教授设计的战机综合性能绝对比原来的性能要高出很多。好，外界那些科学家全都疯了一般寻找蓝兵。蓝教授联系上没有，我现在的研究碰到了瓶颈，希望蓝教授能够帮我指点一下，突破这个困难。
我绝对能获得诺贝尔奖。你的新论文不是已经被 Nature 收录了吗？ Nature 算个屁！看了蓝教授的那个大统一场论，那才是真理。按照蓝教授的大统一场理论中提出的方法，我们观测到了引力波波动，在离地球80至100光年之外的地方，竟然同时发现了2个黑洞。更加让人恐怖的是，这2个黑洞彼此之间似乎有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旦平衡被打破，2个黑洞就会急速扩张，并且快速吞噬蓝星。牛顿和爱因斯坦的伟大在于他们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现在蓝冰也同样开辟了一个新时代。龙星，好名字，好期刊，好一个蓝教授。您看这些人一直在找蓝教授，是不是？哎，蓝教授现在哪有时间接待这些散人啊？好的，那就等大蓝教授研发完再说吧。同一时间，国际学术委员会年会，来自全球顶尖的科学家汇聚一堂。龙国学术界集体修仙了吗？何止是修仙，简直像是穿越时空的奇闻。那篇关于黑洞引力波的论文简直太奇妙了，竟然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了黑洞。还有那篇关于介子的研究，把微观研究再次往前推了一步。不可能，大统一场论有严重的缺陷，根本不具备统一的条件。更何况这事儿是龙国搞出来的，我根本不相信。可是据我在龙国的朋友说道，那些成果确实是通过龙星期刊发出来的。什么？龙星期刊？这个野鸡期刊上的东西也有人信？有期刊吗？咱也瞅瞅上面都有啥。看大屏幕吧。有没有搞错？确定是这个名字？不会是翻译错了吧？十分确定。正好在座的都是当世顶级学者，咱们一起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给我纸笔，快，妙啊！太高明了！不但如此，龙国还率先利用超强对撞机找到了论文上的介子微夸克子。一个个消息如同一个个重磅炸弹，撞击在众人的脑海中。接着往下看啊，翻页，快翻页啊！为什么不翻页？没有了。What？ 为什么不能多拍一点？因为往下看要充会员了。啥？逗你呢！去买，快去买1本。买不到，2000册早已经售完了。当初若不是偏见，怎么会拍？悔之不及啊！马卡，前段时间龙国新发行了一本科学期刊，你收到了没？收到了。在哪？赶快给我找出来。不，拍照，我现在就要，快！扔了，谁让你扔的？您当初说这个是龙国的垃圾，直接扔掉就行。我让你去死，你怎么不去死？您之前不是说这是垃圾，不需要了吗？你再说一句，我捅烂你的嘴唇。大家都是为了龙国复兴，都是为了龙国强盛。好了，你们2位都是英雄，只是职责岗位不同，咱们就别商业互那个啥的。龙国科学家蓝冰随便写几篇文章，就足以惊叹整个蓝星，更是让欧米等西方国家垂涎千尺。当一个人比我们强一点，我们可以去嫉妒、去打压；但当他以远超时代，我们只能去接受、去拉拢、去崇拜。可空核聚变居然被我一个技校生给造了出来，也就是钢铁人的那个托克马克装置，不出意外的惊动了业内所有顶级大佬，这让抛弃我的前女友和他的经纪人都追悔莫及。航空航天研究院，咱们的飞行员选好没有？我们刚开始挑选飞行员，这2天应该就会过来。好，我会做一个简单的飞行操作手册，我来给他培训讲解。你亲自讲。我怕时间太短，别人讲不清楚。好，科学怪人咋杀都得。怎么了？外面找你都找疯了。都是手写的信。他们不光写信，还打了电话，发了邮件，发了短信，甚至通过大使馆联系咱们科创部，这些都是科创部转交给你的。都啥内容啊？各界人士想授予你名誉院士，有米国科学院的、米国太空署的、英吉利皇家科学院，还有 Science 和 Nature 都想邀请您担任荣誉编辑。我就呵呵了。哦，对了，这里还有英吉利女王给你写的亲笔信，想要授予你皇家爵士爵位，这是米利坚总统的亲笔信，随时欢迎你加入米利坚。加入米利坚干什么？另外，我也不喜欢英吉利的东西，没啥可吃的，还是咱们龙国美食多，把这些都推了吧。再说，他们之前不都瞧不起咱们吗？你看，这还有封信，是国际学术委员会的，他们表示已经把原来的委员沙利文给辞退了，专门给你道歉信，并且希望你能够成为委员。我可不擅长当学阀，你告诉他们，好好做研究比拉帮结派好得多。还有吗？这里还有一些是国内的一些学者给你的，大多都是学术问题，想要向你请教。蓝冰看着武静静邮箱里面的数千封电子邮件，也不忍心拒绝。咱自己人就好说了，你让每个人把问题都写好，明天下午我花3个小时给他们讲解。可是你这超负荷了呀。我没事。好，我现在就去通知他们，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好吧。8点，蓝冰醒来再次来到办公室。你回去睡觉吧，剩下的我来处理。不，太多了，我来帮你。放心，我能处理完。熬夜了，白天就要补觉，不要学我，你和我不一样。你这熬夜的本事，我还真比不了。
给所有发邮件的人发时间表，我会按照排序给他们解答。蓝冰一一回答了所有提问者的问题，他们都知道能够听蓝冰讲课，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今天就到这吧，以后大家再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发邮件，我有时间就会回复，还请大家多多谅解。镜头前，所有人都起身对着蓝冰鞠躬致谢。燕京航天所，自从蓝冰的说明指导书发出之后，整个车间的装配速度大幅度提高。小蓝子的飞行员挑好了，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对他进行讲解和培训。他现在在哪里？路上了，最快下午就可以见到。他来了，先让他熟悉一下环境，明天再正式开始吧。行，那我安排。第二天早上9点。还别说，这些飞行员看着就是比整天待在实验室里的颜值高。不过小蓝子除外。那您看我呢？呵，大蓝教授您好，我是楚天阔，燕京守卫区空勤一大队大队长，特级飞行员，飞行时间3000多小时，零失误。欢迎欢迎，飞行英雄。蓝教授，您过奖了，在您面前，我可不敢妄称什么英雄，您才是我的偶像。我和米国战机多次相遇，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像那次那样狼狈逃窜。您才是祖国的英雄，是龙国的守护，向您敬礼。大家都是为了龙国复兴，都是为了龙国强盛。好了，你们2位都是英雄，只是职责岗位不同，咱们就别商业互那个啥的。哈哈哈！楚队长，我看您是大学参军，还是国防科大高材生，那我一会儿就尽量讲的简洁一些，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问我。没问题。咱们的这款战机内部的核心装备都和之前的不一样，爬升率和盘旋率提高到原来的3倍多。什么3倍多？你确定没有给我开玩笑？没开玩笑啊。那现在的战机岂不是要旱地拔葱？没错，差不多这个意思。我受得了。请问飞机能受得了吗？你现在要考虑的是你的身体真的能受得了吗？不瞒您说，我已经接受了宇航员训练，身体承压程度要比普通的飞行员要强得多。那就好，这些是飞行操作指南，重点的部分我都已经全部给你标注出来了。时间紧迫，撸起袖子加油干吧。好的好的。这怎么了？蓝教授，您确定您给我的是根据飞机性能做出来的飞行指导说明书？是啊，因为时间紧，所以只写出了大概，等到飞机造出来，功能比这个还要多，到时候你再慢慢摸索。这越看越离谱，这可能吗？就算是米国也没有这样的战机，不可能，不可能啊！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胡院长，您看这个，这怎么可能做到吗？单单是这动力都没办法提供。你认为做到这一步需要发动机提供多大的推力？普通的战机机身重量也有15到20吨，挂弹、副油箱等加在一起也有10吨，至少要有60吨的推力。据我所知，现在最大推力的战机发动机也才15到20吨，纵然是2台发动机，最大推力也才40吨，加上自身速度，哇塞，消耗哪有余力做这个啊？看来你小子还没少做工作呢。您笑什么？只有掌握了飞机的各项性能，才能更好的操控它。你那都是老黄历了。你知道蓝教授研发设计的发动机最大推力有多少吗？多少？你猜？这老顽童还我猜，直接告诉我不完事了？难道单台发动机就能达到40吨？别再猜，胆子大一点。难道100吨？看来你对蓝教授缺乏了解，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200吨？难道它能达到200吨？250吨，而且输出功率稳定。250吨？那测试的时候岂不是要把房子给拆了？嘿，这一点你猜中了。当初发动机推力测试的时候，就是把房子给拆掉了。神啊！所以要充分相信蓝教授，只要他敢在飞行操作说明书里写，你就要相信，哪怕他说能拖着火箭上天，那也不是不可能。这说明里真的有拖载火箭飞天，助力发射。我也就随口一说，他竟然真的做出来了飞机革命，绝对的飞机革命，他将会是复合战机的祖宗。天卫1号准备就绪，请指示。起飞。是。垂直起飞，这是垂直起飞啊！可控核聚变居然被我一个技校生给造了出来，也就是钢铁人的那个托克马克装置，不出意外的惊动了业内所有顶级大佬，这让抛弃我的前女友和他的经纪人都追悔莫及。你好好训练。好的。我也期待我设计的战机一飞冲天，震惊世界。大蓝教授，我一定不负所托。与此同时，米国爱德华空军基地4星上将罗蒙看着天空中的 F-73战斗机，脸上闪过满意的神色。这款战机一出，什么棒子国、倭国、越国更舔我们米利坚了。嘿嘿，那是自然，他们可依赖咱们了。现在各种防空武器层出不穷，咱们这 F-73有没有应对措施？将军，请您放心，这次我们的战机可以实现动态隐身，雷达反射面 0.01 米，是原来的1/10。遇到电磁脉冲炮，我们的电子静默装置可以有效屏蔽电磁波的危害。听说龙国有个科学怪人蓝冰制造出了激光武器，
这次你们有没有更好的预防措施？对于激光武器，F-73战机可以瞬间隐身，能够在短时间内造出大量带有颗粒状的烟云，能够最大限度的反射和削弱激光的威力。好样的。这个装备是电磁炮吗？是的，将军，电磁炮初速极高，尤其是被战斗机发射出来，能够形成更加巨大的威力。这次航空展，咱们要改规矩，咱们就来个模拟演练。要是哪个敢跳出来，咱们就给他来个机毁人亡的事故，杀鸡儆猴。将军，我觉得咱们完全有这个实力，也十分有这个必要。同样的一幕发生在世界各个强国的空军基地中，此刻龙国也不敢掉以轻心。老孙，米国和北盟，包括俄熊都一致同意要更改规则。这次多了模拟战场对峙，我怀疑他们不安好心。你看这个项目，咱们是否要弃权？模拟战场对峙，这万一出现了意外怎么办？这个项目是米国提出来的，听说他们最近推出了最新款的战机，想必是想要在航展上耀武扬威。您若觉得咱们的战机参数和他们距离太大，咱们直接弃权。咱们新研发的6代战机在性能上绝对够用，但也只是理论上的，我心中有点没底儿。那我们选择弃权。你先等一下，我问下蓝教授，他设计的那款战机还没有完成，各项参数还没有报上来，我看他什么意见。好，我等你消息。模拟战场，空中对峙，挺好。正愁找不到理由展示呢，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了，参加必须参加。我听着你咋还这么期待呢？能不期待吗？这么好的机会啊！你就不怕到时候战机起不到你想要的效果吗？孙部长，这一点你放心，就算世界上有比咱们这款战机先进的，恐怕也只是局部领先，想要全面超越不可能，想要压着打更不可能。更何况咱们迟早有一天是要正面硬刚的，与其忐忑不安，不如直接拔剑。好，我就知道大蓝教授不会让人失望。既然你有这个自信，那咱们就参加。隐忍这么多年，也是时候让人知道咱们的厉害了。这消息也迅速被传到了燕京。没错，确实是时候出去练练了。既然迟早要突破，那就从这次对峙演练开始吧。既然他们要在场上见真章，那就让他们好好看看吧。让他们等着吧，一个也不要放过。上面决定让咱们组成一个临时观察团，参加这次的航展。您是这次观察团团长，到时候还请你能保护好我们的这些科学家。这个尽管放心，我们纵然是丢了自己的性命，也不可能让这些科学家受伤。当然了，你也要把我保护好哦。老孙，我还是想要再问一遍，咱们的战机真的没有问题？我不说能够与米国战机那样牛逼，但是别落后太多了。老冯，你要相信蓝教授的实力啊！航空航天所，蓝兵主持设计建造的第一架飞机终于装配完工。完全一体化的流线型设计，简直太完美了，如同一个天梭。从未见过如此美妙的设计，如此完美的战机。这浑然一体的光泽简直太棒了。众人看着眼前的这件作品，全都激动不已。大蓝教授，这飞机彻底完工了吗？完工了，你现在就可以上牌开走。不过想要上天，还要等我对它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评估。大概需要多久？差不多2-3个小时。在这期间，你可以熟悉一下驾驶舱的结构构造，还有各种仪表。小篮子，这个是不是有点急促了？现在贸然让他去试，万一……胡院长，我一定会小心的。没事，相信楚队长这几天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你这样可开不了飞机，大胆些，它就是一架战机，弄坏了咱们再修，打烂了咱们再造。不行这么说啊，大蓝教授他是我兄弟，是我最可靠的伙伴，是比我女朋友还要贴心的小宝贝儿。看他这副表情，蓝兵差点掉了一地鸡皮疙瘩。大蓝教授，您轻点，这个，您这样它会坏的。给我闭嘴！不好好检查一下，你等着死天上吧。怎么样，能飞了吗？不能，仪表盘检查时候我太用力了，被我戳坏了。你我，和你开玩笑的，你可以去试试了。谢谢死鬼，不是，是大蓝教授。哇，太美了，这战机我爱了。现在准备开始第一种起飞模式测试。天威收到，天威收到。美国的 F-53起飞距离是220米，不知道这天威1号的最短起飞距离是多少？最短起飞距离是战机最重要的性能之一，直接关系到战机未来的作战环境和作战适配范围。大蓝教授，你设计的这款战机最短起飞距离是多少？老胡，一会儿您就知道了。天威1号准备就绪，请指示。起飞。是。垂直起飞，这是垂直起飞啊！小篮子，用这垂直起降的功能，能飞多远？对能量的消耗如何？胡院长，我理解你的担心，咱们使用的是核聚变燃料，瞬间产生的推力足以轻松支撑飞机的悬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快看，它的速度，这速度确定没有错误。
雷达是不是坏掉了？雷达没有问题，数据也没有问题，这不过是它的正常巡航速度而已。你说这是正常巡航速度？现在已经明显超过音速，为什么没有看到音爆产生？飞机采用了独特的材料，空气不会因为压力差汇聚成墙，所以不会产生音爆。什么？天威1号再加速。天威收到，天威收到。速度，这才是速度。这是不是已经超过普通对空导弹？没错，普通的对空导弹根本无法对它形成威胁，甚至可以实现与对空导弹平行飞行。接下来几天，楚天阔试验了飞机的各种功能和性能，而他表现出来的性能更是惊呆了所有人。5年前，查尔斯被龙国战机驱离，是他心中永远的痛，更是他的耻辱。他承认当时自己害怕了，也成为了所有人的笑柄。可控核聚变居然被我一个技校生给造了出来，也就是钢铁人的那个托克马克装置，不出意外的惊动了业内所有顶级大佬，这让抛弃我的前女友和他的经纪人都追悔莫及。楚天阔不愧是特级飞行员，没想到如此快速熟练的上手。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全球最顶尖的飞行员之一。当初开着落后的战机，使用了最原始的撞击战术，吓得 F-53战机不得不逃离，临走时还骂他是疯子。以后咱们再也不用如此被动了。很快，楚天阔驾驶着天威1号返回。从靠缴获飞机来参加阅兵，到自力更生，奋起追赶，再到现在的超越。是啊，我们用了78年，不容易，太不容易了。以后啊，谁也别想在咱们的头上撒野了。飞得不错吗？感觉如何？爽，太爽了！这是我开过的最爽的战机，开着它，我就是空中的主宰。谢谢你们设计出如此完美的战机，谢谢大蓝教授。够了，我想问操控性能怎么样？操控很方便，很简洁，很人性。如果只是普通的巡航飞行，双手甚至可以完全解放出来。你能够迅速掌握飞机的各项参数，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还有就是你的身体素质好，不然恐怕起飞的那一瞬间，你人就直接虚了。在刚开始飞起的那一刻，面对极大的加速度，身体确实有些不适应。我迅速调整呼吸，很快就调整过来了。你可以把自己的经验写下来，到时候交给别人。你可是天威1号第一个驾驶员，后面的飞行员都要拜你为师哦。大蓝教授您放心，我保证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传下去，让龙国拥有更多天威1号飞行员。你先去休息一下吧，下午再进行战机功能性训练。我还不累，我还能飞，我想再飞一圈。去吧，记住要劳逸结合。若是我发现你下午精神不济，可别怪我把你的小宝贝儿许配给别人。保证精神满满。接下来几天，楚天阔试验了飞机的各种功能和性能，而他表现出来的性能更是惊呆了所有人。这小子憋着一股劲呢。听说当年被他驱离的米国特等飞行员查尔斯，这次也会参加这次的航空展，恐怕他是想再较量一次了。哦，还有这事儿，那恐怕这次米国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太平洋，米国空军基地，怎么样？查到了吗？那个龙国人是否会参加这次的航空展？驾驶什么机型？5年前，查尔斯被龙国战机驱离，是他心中永远的痛，更是他的耻辱。他承认当时自己害怕，也成为了所有人的笑柄。这次他要一雪前耻。已经确认他会参加这次的航空展，具体驾驶什么机型还没有确定。不过这次你们终会交手的，我会让他们明白，我才是天空的霸主。同样的一幕发生在世界各大强国，我肯定会掌握了制空权。龙国等着吧。航空航天研究院，大蓝教授放心，此去必将全力以赴，不辱使命。静候佳音，恭候凯旋。蓝冰再次回到了魔都龙科院中。听说这次的航空展很精彩，你不过去，会不会遗憾？战机我已经造出来，接下来就看飞行员的了。我去了也没什么用。至于技术交流和借鉴，我感觉他们的飞机没什么好借鉴的，所以没有去的必要和意义。还是你狂！敢这么说，西方航空实力的人，你是第一人。狂吗？没觉得呀，我说的是事实。你，这小子现在越来越狂了。好样的！这要是当我孙媳妇，武晶晶肯定不受别人欺负的。大蓝教授，你不是说想要自己造一辆汽车吗？你怎么又回魔都了？老刘，谢谢你的好意，帮我给杨总道个歉。我这边实在走不开，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再说吧。你不会是要做光刻机吧？哇，你怎么知道？我的天，大蓝教授，你这跨界跨的也太大了吧！这领域差别很大的，你确定要搞？芯片是必须要搞的，想必在设计飞机的时候，你已经明显感觉到，受制于芯片技术的信号接收和处理速度，哪怕天威战机综合性能提高了很多，但是在图像处理、信息收集处理方面相差很多。这何其容易啊！不说芯片设计，就单是光刻机，就受制于西方主导的 A1 联盟，你真的就不怕到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老刘，你怎么也悲观主义了？不是我悲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啊！这光刻机不好搞，纵然面前是10万大山，我也会一脚踏平。好，有种，我等着你踏平10万大山。谢谢。你真的要搞光刻机，要搞芯片制造，也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既然决定了，就好好干吧。只要龙科院有的，尽管拿。谢谢吴老。谢什么？不过是职责而已。听说孙部长已经给了你一个光电副所长的职位，说是便于我开展工作。
好啊，好啊。半个小时后，蓝冰出现在了光电所门口。蓝教授，你好，你好，终于盼到您了。是啊，蓝教授，我们等得好苦啊。这下好了，蓝教授来了，咱们光电所就是咱们光电所的人了，所以可以扬眉吐气了。司徒静老师，我记得您之前还说要做芥子扫描显微镜，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进展很大，按照你说的多角度混合粒子束虹肌之后，果然效果好了很多。大蓝教授，您记得我吗？前段时间视频的时候，我也请教您了一个数学问题。记得，当然记得。你提出的那个问题，应该是一个数学应用问题简化之后，对吧？大蓝教授厉害。大蓝教授，您认得我不？我当时大家注意一下，注意一下，蓝教授刚刚过来，你们这样再把大蓝教授给吓走了。既然来了咱们魔都光电所，大家以后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蓝教授，先带你去看下你的办公室，然后再带你去看看实验室，还有光电所的设备。不用，我对办公室没啥要求，多放几块屏幕就好，哪里都能办公。咱们先去实验室看看吧，我好了解一下基础设施。好，我先带你去见见咱们光电所的家当。来自太平洋岛的电话。孙部长，您能把目前参赛的战机参数和比赛视频发给我吗？可以，我现在马上发给你。行，等我看完之后再与您沟通。突然，龙国的天威1号垂直起飞后，瞬间飞了出去。楚天阔熟练的操作避开了银度战机的3颗导弹。要不要也给他来一发？杀鸡何必用牛刀？可控核聚变居然被我一个技校生给造了出来，也就是钢铁人的那个托克马克装置，不出意外的惊动了业内所有顶级大佬，这让抛弃我的前女友和他的经纪人都追悔莫及。不一会儿，一架直升机专门给蓝冰送资料了。怎么样？资料都看过了吗？他们的战机性能都有所保留，我怀疑他们是在钓鱼。钓鱼？对，恐怕是想要在实战模拟中给人一个出其不意。那咱们该如何？前3场战机比赛要全力以赴。那岂不是提前暴露了实力？后面岂不是很被动？不会，第4场模拟战场，咱们只派天威1号战机参赛。什么？这样岂不是很吃亏？每家允许3架出战，咱们只出1架。放心吧，而且只需拿出6成的战力，咱们也表演一把，做出强弩之末的样子。表演？难道你也想钓鱼？您觉得如何啊？虽然有风险，但若对战机实力和操控技术有十足把握，可以一试。楚队长，怎么样？对操控技术有十足把握吗？蓝教授放心，我保证不会拉垮。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那就听你的，要他一杆。太平岛，这个位于太平洋中间的岛屿，整个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这里。米国 XBB 新闻社名嘴克鲁斯登台，飞得还是太保守了，龙国都差点占了上风了。已经彻底摸清，他们在这几场已经表现出最终实力了。果然还是不行。第3场飞完，各个飞行员全都回到了自己的基地中。这小子是要干什么？这下有好戏看了。你恐怕不知道他和龙国的渊源。当年他被一架远远落后的战机给驱力吓走了，这次恐怕是要找回场子。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我期待着亲手把你撕碎。希望你能够自求多福，这次可不能逃跑了哦。我希望下午的比赛，你提前准备好自己的弹射营。查尔斯，我保证你连弹射的机会都不会有。下午挺风和日丽的，比赛准备。老孙，我这心跳有些厉害。老冯，不瞒你说，我刚刚在卧室偷偷吃了2片镇定片出来的。你说咱们只出动1架战机参加这实战模拟，真的没有问题？放心，蓝教授是一个极其稳重的人，不会有问题。参赛人员准备。正在这时，楚天阔驾驶着龙国的天威1号战机缓缓出现。这是什么？我靠！这战机外形好酷，简直太帅了，好像来自未来。米国 F-73战机内，查尔斯看着天威1号，瞳孔一缩，眉头皱起。你不是说这是龙国的备用机吗？这就是你所说的备用机？之前在训练场地没有收到这架战机的任何信息，不必担心，不过是外表好看而已，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最终还是要看实战能力。突然，龙国的天威1号垂直起飞后，瞬间飞了出去。楚天阔熟练的操作避开了银度战机的3颗导弹。要不要也给他来一发？杀鸡何必用牛刀？大蓝教授，您也来了。大蓝教授没来，只是邀请蓝教授连线做我们的战术顾问。那我就更有信心了。我看过他们的战机参数，很脆，割了他吧。明白。龙国战机消失了，注意注意，他在我们后面。开局5分钟，印国3架战机全军覆没，同事米国查尔斯早已驾驶着战机走到了最前面。别慌，本想着钓鱼的，结果他们想吃人，看来咱们也有没有必要再藏着掖着了。好嘞，把速度加速到极致，先去解决德意志的最后1架战机。收到。正在这时，又是10几发导弹再次发出，全都朝着天威1号冲击而来，简直太爽了！哦耶！米国代表团罗蒙看到刚刚的空战视频，一言不发。这就是你说的战力不行，这就是你说的构不成威胁。
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是强弩之末，这次咱们依然是冠军。将军，龙国战机并未返航，现在距离我方战机只剩下3分钟距离。什么？他们的续航能力怎么会如此强悍？查尔斯，务必把这个狂妄的家伙给我打下来。查尔斯收到。楚天阔，看来你也保存了不小的实力，但这只会加速你的死亡。去死吧！发射。炮弹高速射出的场景并没有发生。怎么回事？速度在下降。怎么回事？仪器失灵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电磁脉冲炮需要强大的能量，满箱的航油也不够刚刚的一发电磁炮。现在连电子弹射椅都已经坏掉了，查尔斯逃生无望。天威1号把米国战机吸附到机身下面。报告，成功抓到一只小鸡仔。好啊，带回来。咱们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放生。半个小时后，一架战机从天而降。天威注意，天威注意，我们要善待俘虏，抓紧一点，千万别摔着了。报告，我刚刚不小心没控制好，请责罚。谁敢责罚你？我就问谁敢。干得漂亮，没辜负我的设计。龙国燕京孙部长和冯将军凯旋而归，此刻正在举办庆功宴。各位，现在的米国恐怕是焦头烂额。这次航空展上一鸣惊人，全都是靠大蓝教授。来，我们一起敬蓝教授一杯。不敢当，不敢当，这些都是大家辛勤付出的成果，大家都是英雄，每一位都付出了很多，敬我们自己，也敬我们伟大的祖国。大蓝教授，我敬您一杯，感谢您让我一雪前耻。就在刚刚庆功宴的厨房里，一个黑影在一道菜里面不知放了什么东西。哎呀，有我最爱吃的凉拌原味牛欢喜。大蓝老师啊，就知道你喜欢吃这个，快吃吧！你不下筷子，我们没人敢吃。吴老，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呀。因为这道菜只有蓝冰爱吃，其他人都接受不了，所以没人跟他抢。也就半分钟，蓝冰就炫完了这盘原味水煮牛欢喜。好吃，真的太好吃了！这道菜还创新加了鲶鱼肉，妙哉啊！原味的牛肉加上这鲜美的大鲶鱼，简直绝了！真是鲜甜可口，还有一丝回甘。蓝冰，你说什么？还有鲶鱼肉？牛肉和鲶鱼是不可以一起吃的啊！我靠，你怎么全吃完了？我有点难受。怎么会这样？是谁放的鲶鱼？完了！快送去医院查！谁放的鲶鱼？我要亲手把他给宰了！蓝冰吃了水煮原味牛欢喜后，直接昏迷不醒，已被送往医院。到底是谁害的蓝冰？怎么可以往牛欢喜里面加鲶鱼肉呢？爷爷，干什么？蓝冰都这样了，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他，他可是……爷爷，其实我是看蓝冰他最近太忙太累了，正好我那天钓了一条鲶鱼，所以就……什么？你意思这鲶鱼肉是你放的？你是要害死他吗？我本以为能给他补补身子，没想到救什么？赶紧的想办法！你跳个舞看看，能不能给他唤醒？爷什么爷？快跳！可控核聚变居然被我一个技校生给造了出来，也就是钢铁人的那个托克马克装置，不出意外的惊动了业内所有顶级大佬，这让抛弃我的前女友和他的经纪人都追悔莫及。跳那个爱我你就离开我，他前女友的歌我手机里有，我给你放，快点的！好耶！你们几个也跳，一起跳！哎，吴老，停，别跳了，都别跳了，我没事了。哟吼，大蓝教授，你醒了？你可把我们急坏了。蓝冰有系统药水的保护，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我没事了，大家放心，可能刚才吃的太急了。蓝冰，都怪我，以后再也不给你瞎吃东西了。你喜欢牛欢喜，我以后天天给你吃，鲶鱼再也不给你吃了。这大蓝教授既然没事了，我想问天威这样的战机，咱们能不能多造几架？一架好像不大够用啊。是啊，一架战机的威慑力还是太有限了，若是能够装备个20-30架，公海领域咱们也来个横行无阻，让米利坚好好紧张一下子。天威1号的制造对材料要求比较高，遗憾的是这种元素在地球极为稀有，而咱们航天所的陨石样本已经被我全部用完了。你告诉我怎么能弄到这材料，我去给你搞。太空中的资源无穷无尽，只有突破蓝星去往外太空，人类才能发展得更好，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的。我相信只要有你大蓝教授在，这一天肯定会尽快到来的。不一会儿，武器装备部涂洪波部长从外面走了进来。蓝教授，我代表军部感谢你对军部建设的突出贡献。您客气，都是我应该做的。蓝教授，你知道上次的航空战之后，咱们的军工订单增加了多少吗？3倍，硬生生增加了3倍。但是也有件不好的事情。怎么了，孙部长？你们看下这个，限制高科技产业合作，这是要干什么？这次的航空展让他们意识到了危险，所以宁愿脱钩，也不愿意再放开高科技产业的合作了。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现在蓝教授在搞的光刻机和芯片技术，芯片合作也全部限制在28纳米之上。什么？28纳米？那岂不是说咱们就算其他技术完备，在芯片这种核心科技上也会落后于一个代际？没错，这就是他们的手段。这说明这次的航空展真的是把他们吓破了胆了。相信只要突破芯片这一层，以后他们再也不敢在咱们面前大声说话了。这应该是他最后的疯狂了。欺人太甚，简直欺人太甚！怎么回事？我国停止了咱们的蚀刻机供应。那是什么？是芯片生产过程中仅次于光刻机的重要设备，导致咱们现在的28纳米芯片量产都有问题。欺人太甚，简直欺人太甚！大蓝教授，这件事情现在本不该劳烦你，但是既然你已经来了光电所，那就不得已了。孙部长放心，咱们龙国最擅长的就是在极限压力下据地反击，我保证不会给前辈们丢脸。好，有骨气。那个各位前辈，事情紧急，我现在要先回去了。蓝冰，你敢？你刚进医院就静养一下呀，明天再走吧。是啊，听说你这半年来每天都是没日没夜的研发，这么下去身体怎么吃得消？谢谢大家关心，但是时不我待，一天被人掐着脖子，我一天睡不好。对我来说就是把那蚀刻机造出来，然后让那帮人滚蛋。我马上给你安排专机。大蓝教授，我去送你。谢谢大家了。蓝教授，您以后有什么需要的，请随时联系我。这次参加航空展，荣立一等功全都是蓝教授成全。谢谢，回去好好熟悉天威1号，它不是简单的歼击机，而是空天一体机，它可不只是遛弯看场子的。谢谢蓝教授，保证认真训练，不给您丢人。大蓝教授，您不是去燕京开会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哪能不回来？哎，以咱们目前的科技水平，无法突破芯片的核心技术。我已经知道了。一味的割肉求和只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所以咱们必须靠自己。你们之前设计过的等离子体蚀刻机对我启发很大。等离子体蚀刻，那个离子密度和能量一直无法很好的控制，我们试了无数次，无法找到一个平衡点，蚀刻效果很差。您之前尝试的惰性气体就很不错。惰性气体虽然离子数密集，但是能量不足以达到想要的刻蚀效果。那就加大能量，让离子速度再次加快啊！不可能，现在的电力设备提供不了这么大的电场，而且等离子体也没法再提高了。那可不一定哦。难道大蓝教授有办法了？您恐怕还不知道，我已经突破了核聚变动力的超能激光发射器，不知道能不能达到您说的这个要求。真的是核能激光炮吗？那没准真的可行。保证可行，我已经做了理论计算，您得长长眼，看看有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这方案从理论上来看，没有一点问题，你帮了我们大忙了。严教授，您这样我可担不起，我不过是在您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议而已，主要还是您和您的团队的功劳。就算是现在给我高能激光炮和核聚变，我也想不到我曾经的那个方案。看来两位是有突破了。大蓝教授点石成金，一语惊醒梦中人，接下来就是技术攻关和突破了。我就知道大蓝教授一定会给咱们惊喜。所长，我请求让贤，辞去蚀刻机项目公关总负责人的职务，让位给蓝教授。另外，我本人请求担任蓝教授的副手。啊，是你倒是有个好算盘，你知道大蓝教授已经是咱们光电所副所长了吧？但恐怕你还不知道蓝教授此次的终极目标吧？什么终极目标？蓝教要彻底突破光刻机和芯片两大卡脖子技术，让龙国不再受制于人。什么？蓝教授要搞光刻机？怪不得直接从龙科院来到这。别人搞光刻机我不信，但大蓝教授说要搞光刻机，我们要相信。没错，早就受不了那些洋鬼子趾高气扬的样子了。这决议是不是从现在生效？蓝教授不，蓝总工，我们以后要跟着你好好学习，争取多在龙星期刊发文章。是的，我也是，我也要跟着蓝教授多学习，多在龙星发文章。各位都客气了，咱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倭国东电公司，龙芯那边还没有传来消息吗？暂时还没有，他们对咱们的条款似乎很愤怒。杀鸡给，就是要给他们点压迫感。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制裁咱们龙国科技的进出口。这些科学家大概有多少人？全都算上的话，大概有20多万人。这些人都叫什么名字？终于搞完了。之前严教授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真是让我捡便宜了，嘿嘿嘿。先吃早餐吧。我把资料已经编辑完成，你再整理一下，打包储存起来吧。蓝冰真的是太棒了。大蓝教授，昨晚你说的那个设计，我越想越觉得可行。我大致捋了捋思路，您大概帮忙看下。严教授，咱们想到一块去了。哦，你也熬夜设计了方案。蓝教授，这个真的是你一夜设计出来的？就算是一个研究团队，加班加点的情况下，
也需要1周才能完成啊，这简直太恐怖了。我就是年轻，精力充沛。您老若是年轻30岁，没准比我还狠。哈哈哈，哼，我有那么老吗？不过我年轻时候都是通宵蹦迪的。啊，这我给你蹦2下子。哎，严教授，那个咱先讨论方案吧。没有问题，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完美，太完美了，从来没有见到过设计的这么完美的设计方案。您要是觉得没有问题，那咱们就开始吧。好，开始。不好意思，刚才太兴奋了，勾起了年轻的回忆。没事，下次兴奋了可以跳给吴老看，他老人家不仅爱看也爱跳。哎呀，讨厌！对了，这个高能激光，还有这可控方舟反应堆，可能还需要你去搞。这个您放心，我已经和吴老还有袁院长说过了，中午他们就会把咱们需要的东西给全部送过来。那就什么都不缺了。蓝冰把资料发给了蚀刻机项目小组的各个成员。这新的设计方案竟然是根据咱们目前的实验室条件量身打造的。这样一来，咱们加班加点，3天之内绝对可以组装出新的蚀刻机。这不是组装，是升级。没错，是升级，是比原来更牛逼的蚀刻机。3天后，蓝教授已经完成了初步测试，目前蚀刻机的各项指标完全符合标准，而且效率更是提升了53%。不过具体如何，还需要做最后的验证。我已经联系了赵佳宁经理，安排今天下午对产品进行测试。以后28纳米的芯片生产就再也不用受制于人了。好，我等您好消息。下午3点钟，匹配度100%，成功了。严教授、赵经理，咱们成功了。本批产品完全符合要求，甚至比原来的东电集团的蚀刻机效率提高了45%，良品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咱们的蚀刻机拥有绝对的优势。真的吗？是真的。您看，这个是东电集团的测试报告，咱们的蚀刻工艺相比于他们精度更高，坏点更少。突破了，彻底突破了！我要蹦一段。先别跳了，您看咱们要不要马上投产？马上把资料准备一下，我要带给大蓝教授。半个小时后，严欣兴冲冲地来到了蓝冰的办公室中。怎么样？大获成功！这个是刻蚀机的晶圆测试报告，你看下。这测试结果倒是符合咱们原来的设计预期，无论是刻蚀效率还是刻蚀精度，都算是达到设计要求了。一次就成功，我还是平生第一次遇到。这下算是解了燃眉之急了。是啊，我看那个龟孙儿还怎么掐咱们的脖子。哈哈，是啊。哦，对了，蓝教授，您看现在这个刻蚀机是不是可以投入生产，进行批量的配置？当然可以，就用咱们原来的生产线就可以。好嘞，我马上去和赵经理去说。快去吧，只要别跟我这跳舞就行。您看咱们是不是可以用这刻蚀机抢一抢乌国东电公司的生意？这个恐怕不行，小型和聚变反应堆不方便出口的。哎，可惜了，不能直接去砸了他们的盘子，实在是遗憾。没事，他们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的。怎么说？我在咱们的28纳米的光刻机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咱们可以瞬间把产量提高40%。外国的28纳米光刻机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倭国这个东电公司，咱们就等着看他死活吧。好，那咱们就偷偷搞一把大的。我这次倒要看看他们这些人到时候将会是一个什么嘴脸。同一时间，倭国东电公司董事长办公室。龙国那边有消息了吗？还没有，负责接洽的人一直说要找上面汇报情况之后才可以做最终定夺。汇报？讨论？哼，有什么好汇报好讨论的？他们根本无路可走，不可能还有其他选择。看来给他们的压力还是不够大。现在你马上通知他们，芯片再次上调5%的价格。若是3天之后再不回复，我们将拒绝与龙芯半导体合作。什么？那咱们岂不是要丢掉很大的市场份额？丢失份额？哼，不会的，龙国在芯片领域很依赖咱们的。龙国商务部。随着外国媒体煽风点火，龙国已经无力生产芯片，现在很多厂商直接中断业务了。哎，压力真的有些大了。现在产能如何？到底能不能够满足国内的订单需求？何部长，我正准备给您汇报这件事情。随后给何部长把最近的进展全部汇报了一番。什么？你们已经完全突破了蚀刻机，大喜事儿啊！可以顺利完成交付吗？保证没有问题。随着光刻机全面运转，刻蚀机全部供应，我们现在的总体产能和效率都是原来的2倍以上。好，只要能够赶上来，那些人的围猎计划就彻底落空了。围猎计划是什么？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以米国为首的科学家团队正在封锁咱们龙国，让我们在半导体行业都要苟延残喘。狼子野心，真是狼子野心。只是可惜他们打错了算盘，遑论咱们自己独自开发出了蚀刻机。我看你们隐而不发，是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吗？什么都瞒不过您，嘿嘿嘿。第3天，倭国东电集团董事长办公室。怎么样？龙国那边到底有没有回应？还是没有回复，他们说还在等上面的领导讨论。什么？都讨论3天了，
按照之前的预估，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的机会了。若是他们错过了，根本不可能完成订单的交付。到时候光是违约金都不是他们能够承受得了的。他们难道真的要鱼死网破？我一个技校生研究出可控核聚变技术，西方列强别再想用科技手段卡我们脖子了。米国 NASA 总部土匪暴徒800亿美元，龙国怎么不去抢？主任，他们说空间站若是不回收，有坠落在咱们本土的危险。混蛋！我们都生活在蓝星上，这笔钱凭什么要被我们承担？他们说什么？快说！他们说，如果发现空间站有坠落的嫌疑，直接可以派出天威1号，把那个空间站利用螺旋升空、同步飞行的方式，利用惯性甩出去。混蛋！他们甩哪去？我们在同一个纬度，肯定是甩到我们这里来。危险！这绝对是赤果果的危险。我们怎么办？要不要回绝？这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决策范围了，马上上报总统。同一时间，熊航天局，达瓦理事，我们可是好朋友，我们没有这么多钱，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大大的优惠？不好意思，我们这次为了帮助你们回收这东西，可是冒着巨大的风险的，毕竟我们的天威1号也不是土里面长出来的。达瓦理事，您看我们使用石油支付怎么样？为了我们祖国母亲更好，我们会减少石油的使用。那矿石怎么样？我们这里有丰富的稀有金属矿石。陨石有没有？陨石吗？有不少。那咱们就复合结算吧，拿你们家的矿石和陨石，还有一小部分的石油来结算，毕竟咱们是朋友。成交，亲爱的达瓦理事。此时蓝冰正在黑龙基地办公室中查看着新的厂房和实验室的建造。莫总工说，3天之后，咱们的厂房和办公大楼就可以完工。完工之后，就可以直接把相应的生产管线给安装上，大概10天之内完成。剩余的那些设备准备什么时候安装？那些都已经在光电所了，龙芯半导体公司开始进行了。只要咱们这边完成装配，到时候完全可以同时开展。很好，咱们马上就可以生产光刻机了，再也不用受制于外人，更别想用这光刻机掐咱们的脖子。我们的光刻机领域能不能突破封锁，就看这个生产基地了。20天后，整个厂区所有的工程基本完工。接下来几天就要麻烦你们进行生产线的验证测试，若是没有问题，咱们马上可以开始进行光刻机的生产。蓝教授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保证测试顺利完成。张所长，还有什么事情吗？蓝教授，咱们产能怎么样？产能？如果火力全开的话，差不多30台吧。30台？这么多？瑞士的阿斯米公司这么成熟的工艺，也不过是每年30多台的产能而已。1年30台？什么时候告诉你1年30台了？我说的是1个月30台，1天1台。30台，每月？那岂不是以后咱们可以抢占阿斯米的市场？不是抢占市场，而是彻底霸占市场。以后在光刻机领域，除了咱们生产的光刻机，不能有第2家公司，因为他们不可能再有订单了。好，我会好好盯着项目的。而与此同时，米国白房子 NASA 的主任迪伦对着总统奥克兰汇报了关于空间站回收的计划。龙国，又是龙国，为什么总是龙国？总统先生，现在龙国在航空航天领域已经全面赶了上来，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和他们合作，共同开发太空。难道我们的盟友还不够多吗？法兰西、德意志、英吉利都是我们的盟友，难道我们一起合作还搞不定空间站回收的问题？总统先生，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但是事实就是龙国的航空航天技术已经彻底赶超他们，现在和我们不相上下。我前几天已经当着全世界的面前，对他们的高科技芯片、光刻机产业进行封锁。你现在让我找他们合作，这不是我自己打我自己的脸吗？他们这次要价800亿美元，这是明显的讹诈啊！这个都是纳税人的钱，这让选民们怎么想？总统先生，您看拿芯片换取太空舱如何？怎么个事儿？我们以放开芯片和光刻机封锁为前提，换取他们帮咱们回收太空站。好吧，他们现在迫切需求光刻机，这样的话他们会答应吗？迪伦先生，你怕是不知道芯片和光刻机的巨大作用。等我们放出这个消息之后，他们没准会乐开花。提供光刻机可以，但是只能提供22纳米和15纳米的，其他的坚决不能给他们。3天后，商务部和部长收到了来自米国的信函，想要拿芯片和光刻机的短暂放开，换取咱们的天威1号对空间站的运输，还想要咱们再搭上一台介子扫描显微镜。我需要先征求一下蓝教授的意见。那你快问问蓝冰，毕竟这次米国拿出光刻机来交换，价值也是很大的。22纳米和15纳米芯片还有光刻机，这些破烂咱们要了完全没什么用处，就算是7纳米和5纳米的，咱也不稀罕，让他们滚蛋吧，只要真金白银来换。什么破烂？对哦，就是破烂，大破烂。蓝教授，你的厂房建好之后，多久能够生产光刻机？多大产能？不出意外的话，3天之后就可以正式开工。这个月还有20天，预计先产出来20台吧。20台？20台什么？ 20台光刻机，1纳米的。20台光刻机
这个月1纳米的，你确定没有搞错？孙部长，这种事儿哪能搞错呀？您说，咱们还有必要再要他们的那些破烂吗？你说的都是真的。当然，这光刻机可是经过多次改进升级之后的，不但产量高、效率高，而且良品率高。好啊，蓝教授，我等着你的光刻机下线那一天，到时候我要亲自去你们厂里面庆功。我也要去，我要给您蓝教授亲自倒一杯，用我珍藏20年的台子。那你们现在可以安排行程了。挂断了电话，孙部长和何部长相视一眼，脸上满是兴奋。现在就给他们回信，你给他们说，老子不要你这些破烂，老子不要你这些垃圾，不但不要光刻机，更不要芯片。至于芥子扫描显微镜，免谈。想要回收空间站，就拿800亿。很快，何部长就毫不犹豫地把回信回复了过去，措辞极其强硬，语气极为傲慢。米国坐在办公室里的弗兰德看到信件的时候，一下子从桌子上跳起来。法克，是不是谁在给我搞恶作剧？马上把 EVA 的联盟主席叫过来，我们需要做最后的确认。若是敢虚张声势，我们要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什么？龙国拒绝我们的光刻机和芯片？他们是脑子出问题了吗？假的，绝对假的。龙国有句话叫欲擒故纵，他们不过是做做姿态，想要更大的筹码。相信我，很快他们就会答应。那就好，我还以为他们为了这800亿美元，准备回到原始社会呢。天威1号完成护送任务，可以返航。天威收到，天威收到。正在众人激动万分的时候，却发现天威1号战机并未离地。准备发射的卫星终于被送了过来。怎么是伊克特的卫星？没错，他们原来的卫星在战争中报废了，这可是一笔大生意哦。发射1颗卫星，咱们收费1个亿，利润一下子就上来了。蓝冰先生，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非常荣幸再次见到您。蓝冰有印象，上次的电磁脉冲炮就是这人给运送回去的。你好啊，我和父王已经沟通过了，父王说请您放开手脚去做，若是真的是失败了，大不了我们再做一个。这冤大头，你们放心，我做了技术检验和理论论证的，不会有问题。我们相信蓝教授的实力，这可是火箭吗？蓝教授，常规的发射卫星的不都是3级火箭吗？按照常规，在达到60千米的位置，速度达到2.5公里每秒，1级火箭和推进器燃料耗尽，接着是2级火箭，再次助力，进行2次点火加速，让速度再次加快，速度达到3.5公里每秒，最后达到100多公里高空的时候，冲出大气层，2级火箭脱落，3级火箭再次点火，达到地球逃逸速度7.9公里每秒。那现在只有1个舱头和2级火箭，最重要的第1级火箭呢？这玩意能够到达外太空？王子殿下，我觉得这个发射器有大问题，根本不可能把咱们的卫星送上天。闭嘴！我相信蓝教授。可是这已经明显违反常规了，就算是米国的 NASA 太空总署，也没有听说有这样的发射器。你要再敢非议蓝教授的方案，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此刻别说是阿布吉，就是胡月明院长也有些心虚了，这玩意实在是太超前了。楚队长，你怎么样？有没有信心？保证没有问题。哈哈哈，好。米国 TSL 公司麦克斯此刻正在对着媒体进行采访。伊克特的卫星发射任务，寻求龙国帮忙，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我这里可以给他们更为优惠的价格，因为我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火箭回收技术。而龙国，我只能说呵呵了。那您能具体评价一下龙国的火箭发射技术吗？这个不好评价，毕竟不是每个发射单位都有我们这么自信，在每次发射时都敢现场直播的。龙国航天局。当初这个家伙炸了足足70-80次，哪一次不是重大浪费？现在倒给我们讲起机灵来了，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们想要看现场直播，那就给他们看呗，就算展示给他们，也照样学不会。要直播？咱们这可是第一次。放心，没事。好吧，听你的。很快，航天局的直播申请被批了下来。终于在众人的期待中，所有人看到了火箭的最终面目。所有人都不会忘记天威1号把米国的最新战机 F-73俘虏，然后当着全世界的面摔在地面上的场景。发射准备已完成，准备5、4、3、2、1，启动。这可需要不小的加速度，楚队长，他能承受得住吗？没有问题，采取螺旋上升的方式进行升空，加速度始终控制在2个 G 以内，同时速度也会逐渐提升。可是这样的话，咱们的飞机能够承受这么长的飞行吗？您忘记了，这个可控核聚变能量的持久力毋庸置疑，爆发力同样不用怀疑。8马赫、9马赫了，目前高度距离地面5万米。2级火箭点火成功，天威1号完成护送任务，可以返航。天威收到，天威收到。正在众人激动万分的时候，却发现天威1号战机并未离地。
麦克斯在这一刻彻底愣住了，他炸掉了几十架火箭，烧了多少投资人的钱才完成的技术积累。卫星已进入预定轨道，进行姿态调整。本次发射圆满成功。蓝教授，谢谢你。哈哈，不用谢，毕竟你给了那么多钱呢。仅仅1个月的时间，蓝兵将火箭回收技术彻底领先全球。蓝教授，我父王让我代他感谢您，感谢您对伊科特人民做出的一切。举手之劳而已。同一时间 ，NASA 太空署的主任迪伦彻底惊呆了。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机型？我们能不能也尝试一下？抱歉，主任，我们没有这么先进的机型。那就合作，快给龙国太空局发函，我们想要以这种方式和他们进行深度的太空合作。10分钟之后，助手再次回来。他们怎么说？给咱们回了一个字：滚。啊！随着龙国可以省去1级火箭发射器，省掉助推器，并且能够回收火箭2级星和整流罩的消息放出去之后，整个世界都掀起了轩然大波。蓝教授，你真是给了我们一个大惊喜啊！我们的航天事业有了这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加持，能够更快速地往前跑了。毕竟伊科特给了那么钱，哈哈哈。最重要的是国家影响力、国际话语权，还有国民自信心都大大增强了。我会再研发其他类别的科技，让咱们国家更加强大的。恐怕你还不知道吧？我已经接到了求助电话，你猜是干什么的？你们高层的事情，我去哪打听？你应该知道，空间站由13个国家组成，现在已经运行了20年，今年恐怕要报废了。现在有2种解决办法，一种是把这空间站当作太空垃圾，第2种方法就是强行回收，分批次坠落，但是风险依然比较大。当年咱们龙国低声下气的去求人，想要参与到这个项目中，结果被百般阻挠和嫌弃，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轮到他们来求咱们了，解气。上面的事你们来决策吧，但是要加钱，在收费的时候可不能手软了，不然就亏了。整到最后，你小子竟然是加钱！哈哈哈哈哈！咱们从来都是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嘿嘿嘿。第2天，胡月明把自己的价格方案报了上去。300亿，我的天，一次回收就这么多钱，这么大的收益吗？这可比外贸生意还要赚钱。老胡，咱们的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太……没错，我也觉得有点不妥。万一人家不接受？3位，咱们的技术是全球唯一的独一份，所以咱们这个300亿龙币的价格真心不高。那咱们建造一个国际空间站的造价是多少？这个至少500亿美金吧，再加上每年维护费用30亿美金，这么多年杂七杂八的费用放在一起，估计也有1500亿美金左右。那咱们收他们800亿美金，很合理吧？什么？800亿？人家这总造价才800亿啊！你看哈，花费这么大力气，不就是为了这些吗？咱们给他们全部带回来了，这个运输费是不是得加上？另外还有，这些空间站如果咱们不回收，可能直接坠地，到时候不亚于投了一个小型核弹的风险。咱们这是拯救地球。老孙，平时看你小子斯斯文文，不过我喜欢。800亿美金，我也觉得很合理啊，没毛病。很吗？比起那些人，咱们算是好的。这次不把他们宰疼了，我就对不起那些为了咱们的航天事业呕心沥血的前辈，就对不起蓝兵没日没夜研发出来的这个科学技术，更对不起对咱们航天事业寄予厚望的亿万国人。身为科创部的负责人，因为科技的落后，这几年受了多少窝囊气。TSL 星际公司，科技狂人麦克斯坐在那里端着红酒。我麦克斯终将创造历史。但是麦克斯提出的合作方式有些狮子大张口，那可以让这个什么疯狂麦克斯滚蛋了。可控核聚变居然被我一个技校生给造了出来，也就是钢铁人的那个托克马克装置，不出意外的惊动了业内所有顶级大佬，这让抛弃我的前女友和他的经纪人都追悔莫及。龙国新闻再次传来重磅消息，龙国发明出全球第1台介子扫描显微镜，并扫描出人类历史上微观世界精度最高的一张图片，可以达到皮米级别，整个科学界为之震动。龙国光电所的电话也被打爆了，作为发明人之一的司徒静更是电话响个不停。对不起，现在受制于产能，我们生产的介子扫描显微镜只能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暂时没有出口的打算。在龙国的要求没有被满足之前，绝对不会往外面卖一台，哪怕他们给出天价。这个是司徒静和蓝兵在沟通后共同定下的规则。终于完成了最终的设计了。这就完成了？现在只是完成方案设计，想要真正做出光刻机，还需要多部门协同，短期内不可能造出来。那你这个是什么制成的光刻机？1纳米大。想要真正的执行制作方案，我需要去一趟燕京。行，我马上给你安排。蓝教授的脑袋是怎么长的？怎么会有如此奇思妙想的想法？我的这个也是，他怎么能够想到用这种方法进行空气净化？这种情况下，恐怕每一个气体分子都跑不了。所有的组员都兴奋不已，他们原来是研究28纳米制成的光刻机，结果蓝兵直接给他们来个1纳米的，直接跳跃了3代，简直惊为天人。
在燕京办公室，孙部长早早的已经等在那里了。大蓝教授，你这个大忙人，1个月都没有见到你了，我都想死你了。实在是没有时间过来，我也是天天想您啊。哇哦，真的吗？这次过来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给我？确实有个好消息，关于光刻机，我已经完成了方案设计。什么？这就完成了？现在光刻机就是各国的香饽饽，也是各国急缺的重要战略品。是什么制成的？14纳米还是7纳米？都不是哦，是1纳米的。你说什么？1纳米？咱们现在不是28纳米的吗？你怎么可能呢？我跳级了呗。说吧，要人还是要钱？人也要，钱也要，而且还想要快递。要地？做什么？没错，现在的光电所和龙芯半导体不具备光刻机的生产条件。没问题，别人要地我不敢说，但是只要你蓝教授要地，必然是有求必应。看上哪一块了？只要你不把魔都3座大厦给拆了，其他的都好说。没这么夸张的，您知道的，无论是光刻机生产还是芯片生产，都对电量有巨大的需求和要求。我看魔都南湾区那里挺合适的。那可是国资仓库啊，这地方不错，方圆10公里之内都没有密集的人口，而且距离黑龙基地只有10公里。而且黑龙基地的可控核聚变发电站一旦建成，到时候无论这个光刻机有多大的产能，都不会对魔都的居民用电有过多的影响。哈哈哈，好啊。既然你都已经全部想到了，我就不用再召集专家给你论证了。1号特别指示，你的事情特事特办。那就谢谢了，时间也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来了就想走，在这吃饭吧。正好我还有个事情想要请教一下你。您请说。是这样，米国有个科技狂人麦克斯，你知道吗？不怎么认识。就是那个 TSL 公司往天上发射卫星的那个，据说他们公司实现了可回收火箭发射，想要和咱们的航空航天研究所合作，以后他们的卫星由咱们发射，他们技术入股，帮咱们实现火箭的可回收。他们的可回收火箭可是没少爆炸，代价不小，主要是没这么多钱供他们霍霍呀。也是，吴院长那边怎么说？他已经看过了麦克斯的可回收火箭计划，觉得在方案上可行，但是麦克斯提出的合作方式有些狮子大张口，不但想要发射他们自己的卫星，还想要每次利用这个技术都抽1成获益。胡月明不太同意。那可以让这个什么疯狂麦克斯滚蛋了，我们不需要。不需要，虽然它的分成要求比较高，但若是火箭能够回收再利用，这省掉的费用可不少。火箭回收这个技术咱们已经掌握了，不需要求人。啥？掌握了？啥时候掌握的？我怎么不知道？大蓝教授，这可是大事儿，咱可不兴开玩笑。孙部长，我真没开玩笑，这个技术咱们现在已经有了，根本不需要求助于人。你说咱们已经掌握了，半个月之后就需要再次发射火箭，你到时候是不是可以直接利用这个技术？这个，你要是能在半个月后的发射回收上有所作为，我保证3天内给你准备好你想要的一切。好，那您就瞧好吧。哈哈哈，好，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吃过饭后，蓝冰直接去了航天航空研究院。什么？你要在半个月之后的火箭发射任务中使用火箭回收技术？都没有使用过，你怎么就确信这一定可以？常规操作而已。蓝教授，你确定真要进行火箭回收？真的要进行啊！而且我告诉你，放心，没事的。放心？怎么放心？龙国不是美国，更不是英雄。当初在钱老建立这个院所的时候，就说了要把所有的问题在上天之前解决掉。小篮子，我再问一遍，你真的已经实现了？老胡，这玩意没这么难。之所以各国不敢试验，就是因为失败的成本过高，而且关注度也高。放心吧，没事。这是我根据半个月之后的火箭进行改进的发射方案，你看下。你怎么可以这么干？怎么了？不行吗？行，太行了。小篮子，你这脑子屎到底是怎么长的？如果这样的话，没准真的可以，而且安全系数会大大增加。您认可就好，那就麻烦按照这样的准备吧。好，没问题，我马上去准备。米国 TSL 星际公司科技狂人麦克斯坐在那里端着红酒，一脸的惬意。现在的他是全球首富。龙国的航天技术虽然起步比较晚，相信他们会做出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我麦克斯终将创造历史。蓝冰一直待在燕京航空航天研究院，并未回去。小篮子，真的要按照这个来？您是感觉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我觉得完全可以尝试一下。若是这次能够突破，绝对是创世纪的创举。不但打破了常规火箭发射的固有模式，也将为以后太空探索迈出坚实的一步。既然你们两个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自然也不好说什么。咱们就这么搞吧。1个星期后，准备工作被全部完成。我们要不要演示一遍？不必再演示，只需要等到卫星运到就可以。老板，龙国芯片公司的赵经理想要下午3点找您通话。哈哈哈，看看，撑不住了吧？来求我来了，敢给我玩心理战？看我下午怎么收拾他！波国东电公司下午2点，是赵佳宁经理吗？
是我。赵经理，我对你们的办事效率非常不满意。我告诉你，我现在很生气。生气？呵呵，一会儿你会更生气的。这画风不对啊，他不该诚惶诚恐提心吊胆吗？看来你还没搞清你们现在的处境和地位啊！如果现在我断开时刻机的供应，你和你们龙国的芯片产业链都要跟着陪葬，你信不信？陪葬？呵呵，我不信。你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想要继续装下去吗？我真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自信和勇气，到现在还敢这么给我说话。就凭你这个弹丸一样的公司，凭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人品，就想搞垮我们龙国？做梦吧你！对方有些硬气过头了，到现在还在故弄玄虚。嘉宁君，你必须马上给我道歉，你的话让我很生气。道歉？你怎么那么爱做梦呢？今天老子就要气死你，还让我给你道歉？你算个什么东西？当初是谁跟哈巴狗一样的蹲在我家门口，哭着喊着让老子给你订单的？现在竟然还敢坐地起价，真是不要脸到极致！你什么你？我现在明确告诉你，以后你就别想从龙国拿到一个单子。至于你的东电公司，我们能把你养起来，也能把你踹下去。1个月之内，你要是还能继续活下去，我跟你姓。赵桑，你这是在威胁我吗？不，我是在提醒你。你确定这个电话是龙芯半导体总经理赵佳宁的？老板，这的确是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从棒子国进口芯片了？想到这种可能，立刻就给棒子国打了电话过去。在西勋，龙国是不是从你们那里进口了大量芯片？你胡说什么？我们给出的价格已经远远高于市场价，我们一个交易都没有谈成。什么？你们也没有谈成？何止没有谈成，他们还措辞强硬的把我们回绝了。奇了怪了，龙芯半导体真的准备鱼死网破不成？这不符合他们的性格啊！对了，你们是不是偷偷的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刻蚀机？大量刻蚀机？怎么可能？我们现在还有45台刻蚀机在公司里面躺着呢。那他们哪里会有这么高的芯片产量？你看看龙国28纳米芯片的价格已经下降了10%了，还在往下掉，而且这么多订单全被龙国拿走了。不可能！虽然他们拥有很多的光刻机储备，但是蚀刻机还要靠我们来解决啊！哎，天知道啊！下午7点的时候，老板，你开电视看看。最近这是又有什么好片子看了？不，老板你先看看吧。魔都光电所在蚀刻机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实现了蚀刻机的完全自主，不但蚀刻精度高、效率高，而且良品率提高了数个百分点，彻底摆脱进口，实现国产自主化。什么鬼？怎么就突破了？假新闻！这一定是假新闻。这是龙国央媒，不是米国的 XBB。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老板，你不要着急，换脑子，咱们做点别的事儿开心一下。要不你压力有点大。龙国商务部，不错，非常不错。你们不但守住了阵线，竟然还完成了反击，为龙国至少保住了万亿的产值。这些都是大蓝教授的功劳，完全没有想到他竟然能够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就完成蚀刻机的设计。他总能给咱们惊喜。我现在是特别期待米国该是作何反应了。魔都光电所，蓝冰此刻已经投入了新的研究。听说米国也已经有人在制作芥子扫描显微镜了，而且已经拿出了相应的方案，正在进行论证，说不定他们会后发先至。司徒教授，我已经开始了这光学眼膜器的制造，不过目前还没有达到很完美的地步，但是用在您说的这个芥子扫描显微镜上没有一点问题。真的吗？蓝冰让人把那些光学眼膜反射器送到了司徒静的手中。安装，马上给我安装上。成功了，我们成功了！这个是咱们的扫描电镜扫描出来的东西，已经达到了皮米级别，能够看到原子以下的水平，能够扫描到更加清晰的电子云图像啊！太哇塞了！您再看这个，这是残缺的纳米材料，在这芥子扫描电镜之下，可以更快速地找出其中的缺陷。司徒静激动地拿着扫描图像前往蓝冰的办公室。恭喜恭喜，司徒教授，您在光学检测领域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恭喜恭喜！我计划先生产3台芥子扫描显微镜，你觉得如何？生产5台吧，3台恐怕不一定够。5台，咱们现在的经费不够了。司徒教授放心，这芥子扫描显微镜我也是要用1台的，所以用我这边的经费吧。至于知识产权，是您全程研发的，自然都是您的。大文教授，您误会了。关于知识产权，我就写了您的名字，知识产权必须有您一份。不必。不行，虽然我知道您看不上，但是偷人东西的事情我做不出来，也不希望别人来戳我脊梁骨。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太好了。与此同时，整个EVA联盟都收到了龙国已经突破刻蚀机的消息。这样下去，我们迟早完蛋，绝对不能再让他们有丝毫的进步。高端芯片绝对不能再流入他们的市场，28纳米芯片市场被他们占据了80%。棒子国、倭国都是干什么吃的？如此的围堵，还让他们反杀了。按照摩尔定律，每18个月就会有一次大的代际变革。
光刻机是全球顶尖科技，莫说是龙国，就算是咱们也不可能独立制造出来，完全不用担心。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对了，那个龙国的教授现在是什么情况？还不清楚。听说前段时间去了光电所。光电所最近突破的这个蚀刻机和他有没有关系？这个还不清楚。盯紧一点，这个人是一个变数。哦，对了，你们之前不是说要把他请到咱们这里来演讲吗？愿不愿意过来？已经试过了，他对咱们好像敌意很大。不应该啊，我们这里有全世界最好的科研设备，还有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不应该不喜欢啊。静静，快给我过来！怎么了，蓝冰？我刚成功研制了一种药剂，可以增强身体素质300%的试剂。这么好的东西，当然是先给最亲近的人用了。这好吧，我什么都听你的，就知道好东西你最先想着我。那是当然的了。来，把胳膊给我。妈呀！我靠！你不要过来呀！我怎么了？我到底怎么了？你怎么了，蓝冰？还好是个梦。我累得乖乖啊！没事，可能最近太累了，做了个梦。你吓死我了，还以为你怎么了呢？我被你吓死了，是真的。蓝教授，您终于回来了，有个天大的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这么开心？爆单了，咱们爆单了，光刻机，咱们的1纳米光刻机爆单了。谁下的单啊？几天前咱们不是空手卖给 H 国一台光刻机，他们回去之后立马上了产品线，效率惊人。这次他们不但把上次欠下的1个亿给还上，而且还带了30亿的定金过来，他们想要订购100台，哈哈哈，算他们识货。他们还想要签订买断协议，想要做咱们的代理人。呵呵，这个就是白日做梦了，只能卖给他们。哈哈哈，我也是这么当面回复他的，老子从来没这么舒服过，太爽了。您爽了就行。哈哈，好了，我不给你聊了。倭国那边来人了，好像也想买咱们的光刻机，看我把他给兑回去。好，使劲兑，咱们没日没夜就是为了不看他们脸色，不再低声下气。这个时候，张振兴所长也从外面走了进来。蓝教授，咱们的芯片已经开始生产了，您看咱们什么时候对外公布？多久能够满足国内的需求？大概3周时间。那就闷头生产3周，在这段时间先卖点光刻机回本，等3周以后，咱们再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这是给他们的惊吓吧？哈哈。恭喜宿主完成光刻机和芯片制造，获得1000科技点奖励。奖励星际飞船碎片5%，奖励智能系统2.0制造工艺和民用科技百科，奖励神经元刺激因子1份，奖励细胞强化生长因子1份。这次系统给的奖励还挺多的，嘿嘿。这次怎么没有任务？为了保证宿主的身体健康，系统任务暂缓发放。若宿主激发潜在任务，同样会获得相应奖励。行吧。鉴于宿主经常使用未来图书馆，现赠予宿主100小时未来图书馆使用时限。这个不错，算你有点良心。蓝冰直接把神经元刺激因子服用了下去，折腾了整整3-4个小时，才算彻底结束。身体改造完毕，除了饥饿和口渴之外，其他的没有什么变化。正好没什么要紧事儿，就让洛天辰和武静静吃顿大餐吧。怎么了？我的脸没洗干净？没，只是感觉你好像又变了。变了？怎么变了？变帅了。确实变帅了。洛将军，这不符合您性格呀。蓝教授，我说的是实话，你现在确实很帅。洛天辰不会是那个吧？走吧走吧，去开车，咱吃饭去。快看，那个帅哥好帅啊！这长相太治愈了，满足我这个颜控的一切要求。我要是年轻20岁，保证现在就去倒追。何必要年轻20岁？现在也不迟啊！我刚刚看到他可是从龙气上下来的，没准人家不想奋斗了呢。听到周围那些议论，蓝冰却有些不自在。系统，你给我出来！你对我的相貌做了什么？宿主不要多虑，细胞刺激因子改造之后，会将身体趋向于完美改变，按照黄金分割比例进行微调，以接近完美生命。请宿主不要大惊小怪。行了，你闭嘴。小帅哥，你好，我是服装设计师露娜，这个是我的名片。我看你身材特别好，想让你当我的模特，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对不起，没兴趣。没关系，现在没兴趣，没准回去兴趣就来了。名片收好。来，赶快点菜，吃完走人。味道不错。你要是喜欢，以后咱们多来几次。不了，不敢再来了。正在3人吃饭的时候，整个餐厅突然再次热闹了。天呐，这个是大明星杜威。My God，我竟然见到了我的偶像，太幸运了！今天竟然见到2位帅哥。别说，刚才那个男的竟然真的很帅。阿威，旁边这个男的颜值上已经威胁到了你了，必须得把他赶走。我一来就看他不顺眼，让他走。
你好，我是杜威的经纪人余生。有什么事儿吗？是这样，因为我们威少一会儿需要拍摄一套个人写真图片，能不能麻烦你让一下？当然，因此产生的费用我会补偿你。想换桌是吗？可以，举手之劳而已。不，那张桌子我们还要放设备什么的，所以不能让给你们。这里是2000块钱，算是对你们的补偿，还请您理解。我们一会儿就吃完了，不耽误你们工作。我说你们一个个这么大的人了，怎么就听出来呢？这地方我想用，明白吗？走，赶快走啊！还愣着干什么？想蹭我热点吗？赶快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亲笔签名，这补偿够大了吧？我们不想换，请你滚！啥？想必你知道我是谁吧？别不识好歹好吗？你先道个歉，我倒你妈了个！道歉？你还敢打我？我让你啊！你敢这么对待威少，不怕粉丝们一人一口唾沫淹死你吗？你这是在威胁我吗？是又如何？兵王，绝对是兵王！刚刚那凌厉的一脚，很明显的军中格斗术。我的天，我咋感觉这么牛逼的人是保镖呢？这个吃饭的帅哥是什么身份？太牛逼了！洛天辰淡然而立，如标枪一般站在那里护法。蓝冰则继续吃饭。好不容易吃一顿，可不能浪费。走吧。米国白房子，亲爱的，你怎么了？这么慌张？总统先生，不好了！龙国刚刚宣布造出了1纳米多制成点工艺的光刻机，现在已经量产20台。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龙国已经造出了光刻机，龙国央媒已经报道了。龙国突破了光刻机技术，还是1纳米的？你确定他们突破了？不是假新闻，不是谣传。总统先生，龙国央媒从来没有过假新闻啊！真的是法克啊！并且龙国1年产能在350台左右，是阿斯米的10倍。行了，闭嘴吧 ，boss。你给我解释一下，龙国是怎么造出来的？而且还是1纳米的。现在请你告诉我，到底谁在卡着谁的脖子？这什么这？赶快给我去查，到底怎么个事儿？3个小时内我要准确的报告。很快，EVA联盟出具一份说明，龙国的新型光刻机未能达到现行光刻机标准 ，EUV 联盟不予认可。魔都光电所，蓝冰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芯片设计工作。您2位怎么来了？怎么，我们就不能过来看看？能，当然能，求之不得，热烈欢迎。你看看，这小子不会忘了你还是魔都龙科院的吧？不会，怎么会呢？切，我信你。你工作起来连自己都不认识，还会记得龙科所？哈哈哈哈！你别听老五头瞎说，只要是为龙国科研做贡献，无论是在龙科院还是在光电所，都一样。我们这次过来是来告诉你，黑龙基地已经全线竣工，3天后准备进行剪彩仪式，请你来参加剪彩的。吴老、钱老，不是我故意摆架子，您知道我不喜欢参与这些项目，而且我手上还有这么多工作要做，实在是走不开。走不开也得走，这黑龙基地是你一手指导着建立起来的，这个总指挥的头衔都应该是你的。这好吧，我一定赶过去。哦，对了，别忘了买一身得体的衣服，到时候会有各大报社的记者，这些照片也会作为历史资料，永久的留存在黑龙基地的档案馆中。你要是照相照得丑，没准以后几10年都要被人笑话。2位，这算是威胁吗？就威胁你，能咋地？吴老，这是耍无赖。除了耍无赖，我还有别的招吗？连养了20几年的孙女儿都叛变了。3天后，蓝冰，快点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不是9点开始吗？咱们离黑龙基地也就几公里的路程，10分钟就到了，不用着急。不行，得早去。听说2号也会亲自过来，还点名要见你呢。你去晚了，难道让2号在那里等着吗？走，赶快！别着急，先把西装给换上。你准备就穿这身过去吗？换，马上换。怎么了？没事。收拾好一切，朝着黑龙基地而去。蓝冰，你是蓝冰吗？居然是蓝冰的老同学林如雪。蓝冰，真的是你？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呢。如雪，你怎么在这里？今天这里不是要举行大型典礼吗？我家是搞园艺的，这次过来做园艺摆设。那你们家估计能挣不少钱了。他是？哦，我同事。哦，我就说嘛，刚刚失恋，怎么这么快就又找到了？我当初就不看好你和米歇尔，劝你不听，怎么样？应验了吧？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没准有更好的在等着你。啊！听说你进了龙科院了，你的那些技校同学传得神神秘秘的，也说不清你具体在干啥。啥都干，做的比较杂。慢慢做，毕竟刚进去，等以后做好了就出息了，那可都是大科学家，再不行也比分配到厂子里面打工有出息。好像有点道理。我先去忙了，等忙完了咱们再聊。这个是我的电话，别忘了联系啊。好。雪峰园艺，副总经理，挺漂亮的嘛。她可是我们那会的校花呢。你和她关系很好啊？
挺好的，我们俩是同桌。哼，同桌？听他的意思，好像对你挺了解的。我来魔都上技校，他也来魔都打工了。我带着他到学校玩过，不过大二的时候他换了工作，比较忙，就联系的少了。你和那个米歇尔谈恋爱，应该是大二吧？这个好像是吧？怎么了？没事儿，走吧，典礼快开始了。蓝冰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座位，再看旁边的位置是吴老、钱老等，心中放松了不少。蓝教授，这是蓝教授。蓝教授来了，快来看呐，蓝教授来了。蓝教授，您好，您好，我是东北力学研究院的何健，我拜读了您的大统一场理论，太佩服您了。蓝教授，我是龙国电网的张林，我上次听过您的网络解答。蓝冰还没有坐下，那些人一下子就围了上来，脸上带着热情和激动。各位老师过奖了，至于投稿和建议，我们巴不得你给我们拒稿的时候多写一点呢。远处，林如雪看到蓝冰走到典礼台前，更加疑惑了。难道他也是来参加典礼的？他这么年轻，应该没有资格。不过也不错了，比我们学校的绝大多数同学都强。技校生能走到这一步，他一定付出了很多努力。蓝冰正在和那些专家们交流，被里面的人给请了进去。蓝教授，请您到里面完成身份识别。蓝冰，蓝教授，久仰大名，今日才得见，果然是一表人才，英雄出少年啊！您过奖了。不，一点不为过。你做的成果，你对国家的贡献，还有你帮忙建造的这个可控核聚变基地，将会彻底改变龙国的能源结构，为龙国的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我在这里谢谢你。您客气了，我不过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这一刻，2号没有把蓝冰当做一个科学家，而是当做这个年龄的年轻人。又谈了半个小时，蓝冰和众人一起朝着主席台走去。你那个同学应该是在后台帮忙，现在没时间过来。老公，快看，那是……我的天，今天真值了！一直都是在电视上见，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了。蓝冰，他怎么也在那里？他怎么在上面？你那同学是什么来路？富二代吗？这得多牛逼啊！半小时后剪彩结束，走下讲台。不好意思，刚刚结束。没事没事，你那里太忙，我看到了。等以后有时间了再请你吃饭。我在学校的时候，你可没少请我。好啊，等下次我要好好吃你一顿。成，先这样，我回去还有些事情。人家是大人物，想跟他吃饭的人多了。您好，请问是雪峰园艺的林如雪小姐吗？是我。恭喜你们雪峰园艺通过了我们黑龙河电站的供应商目录审核，以后我们的花艺布置和维护就需要麻烦你们了。真的吗？谢谢。不客气，麻烦你们按照我们的目录把参与人员的资质资料提交系统审核，通过审核后我们会签订合同。好，我们马上上传。你这同学够意思。同学，你的意思是蓝冰帮助？当然，不然你以为这么大的蛋糕凭什么落在咱们身上？1994年，龙国申请加入国际空间站，米国以保密为由拒绝我龙国加入。1996年，米国关闭 GPS， 导致龙国导弹发射全部失败。2003年，禁止与龙国一切航天合作，这个画面里不可能有龙国人，遭排挤，被孤立龙国航天人没有气馁平气起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以前吃过的亏，我要加倍让他们还回来。老何，赶快收拾一下，咱们去魔都。去魔都干什么？难道蓝教授成功了？成功了，20台，整整20台啊！好，我这就过去。李秘书，给我把那瓶藏了20年的台子拿出来。部长，你要喝这个酒？这可是部长的宝贝疙瘩呀！喝，必须喝，不但要喝，还要拿给蓝教授喝。我要亲自给他倒上。魔都成功了，这就是咱们的光刻机。蓝教授，咱们的这光刻机真的可以加工1纳米的芯片吗？当然可以啊，从22纳米至2纳米制成的都可以加工。好啊，有了这些光刻机，咱们就再也不用求爷爷告奶奶了。蓝教授，科创部的人什么时候过来验收？就在今天晚上。嘿嘿。啥？今天晚上？这么迅速的吗？蓝教授辛苦了。二位辛苦啊，这么晚了还要请你们过来。我们巴不得呢。这就是咱们厂造出来的光刻机吗？这些只是还没有经过验证，想要明天申请验证的。不用申请了，我已经特批了，另外技术人员也都带来了。这效率，那我就谢谢孙部长了。不，应该是我们谢谢你。这是大喜事儿，今天我们要庆祝一番。走，我把自己珍藏的宝贝都拿过来了，必须给你倒一杯。不敢当。到了酒店，众人本想要给蓝冰好好喝一杯的，结果一杯之后，蓝冰就脸红了。这酒劲太大了，我得缓一会儿。哈，蓝教授，你这酒量的多练练啊。
蓝教授最近是不是又超负荷工作了？蓝教授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6个小时以上，除了吃饭上厕所，连睡觉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听到张振兴的话，在场的所有人全都肃然起敬。送他回去吧，让他好好休息。就算是铁打的，现在也受不了了。第二天，蓝冰一直睡到很晚才起床。昨天的闹钟怎么没响？一下子睡了这么久，罪过罪过！你们怎么也不叫我一声啊？是我们不让叫的。何部长、孙部长，你们怎么在这里？不好意思，昨天喝多了。验证测试做得怎么样了？20台全部合格，按照当前的标准是绝对的优良标准，完全通过验收。这些光刻机全部运往不远处的龙芯半导体基地，过2天就可以进行第一批芯片的生产。这我就放心了，我还担心会出什么问题。所以短期内你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谢谢关心，不过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芯片的设计还没有完成，根本没有办法做成真正的1纳米，所以要对这芯片进行再次升级。芯片设计，你真的要继续攻克1纳米芯片？现在已经有了完善的思路，应该很快就会完成设计。二人听到蓝冰的话，再次沉默了。多余的话我们也不多说了，只能祝你成功。你这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一定要告诉我们，让我们也做点事儿。那事情可不少，20台光刻机，咱们自己留下10台，其他10台全部卖出去，先占领一波市场。卖出去，性能和质量方面绝对过关，产能效率也比阿斯米的高出50%。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我们尽快把这些卖出去。蓝教授，咱们现在造1纳米芯片是不是有些激进了？硅芯片若是做到2纳米以下，就会直接漏电，电子将会直接穿过山脊，无法再实现开关的功能。这确实是一个技术难题，不过并不会成为硅基芯片的极限。关于1纳米面临的山脊击穿问题，咱们可以改变山脊结构，由原来的立体或者鱼鳍形结构变成球体或者半球体，这样可以有效阻挡电子的通过。这样的话，岂不是会增大很多的能耗？这个问题提在了点上，不过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这个是我们刚刚做的试验，利用球形山脊取代现在的鱼鳍式山脊，并且利用多点加压，可以实现1纳米制程，晶体管数量可以达到1000亿个，运算速度可以相比于5纳米的可以提高60%以上，功耗上面却节省了30%。2维单晶石墨烯材料，140平米。没错，2维的单晶石墨烯材料和硅元素属于同族元素，因为它的导电性正好可以减少电阻，弥补硅的发热问题，同时可以提高运行速度。可是这样一来，紫外光的强度又成倍数增加，这样原本激光光源能够达到要求吗？不愧是研究芯片的，提的问题都一针见血。为了能够实现高强度的光刻，我们使用波长更短、更加锋利的终极紫外光。什么？终极紫外光？没错，我们用的终极紫外光就是紫外光的极限10纳米终极紫外光。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光一个耗电量你就满足不了，都已经突破了。你没发现咱们的这个芯片工厂建在了黑龙基地旁边吗？我的可控核聚变技术可不是吃素的哦。这些技术您真的全都突破了？不然呢？好，我保证在1个星期，不，3天，3天内把成果交给您。好，辛苦了。时间飞逝，转眼之间又是2周过去。应该差不多了，大家这段时间辛苦了，先好好放松一下。我去找蓝教授审核，有消息我再告诉大家。蓝教授，同事们都做好了，您给看看这些工作成果。不错，不错，这次比之前做的好多了。看来这2周大家都提升了不少。都是您带的好。这个压缩包里面是我对同事们芯片工作调整后的方案设计，可以发给大家比对一下，看看有什么区别，大家可以再讨论一下。这些你都做了？在大伙的基础上又稍微改了一点。好，米国白房子，总统奥克兰办公室。龙国那边有回信吗？他们是否愿意用咱们放开光刻机和芯片的管制，来换取咱们的空间站顺利返航？没有任何信息。没有信息？不应该啊！他们对芯片的巨大需求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难道他们真的不在乎吗？不，他们这次和以往完全不一样，一点回信都没有。我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什么预感？他们或许已经在光刻机上有了巨大的突破。不可能，现在真没办法解释他们不接受咱们条件的理由。蓝冰在给自己注射完神经元刺激因子之后，不仅大脑又上了一个层级，连人都变得更帅了。本来心情大好，带着武静静出来吃饭，却因长得太帅，被明星杜威怀恨在心。拦住他，别让这暴徒跑了！你们不能走。你带着这些人还手持武器，是在威胁我们吗？那个您误会了，我们只是想请您几位留下来，把事情解释清楚。留下来解释？你们还不够格，一会儿会有人过来处理。经理，不好了，外面突然来了大批人，把咱们这给围了。什么？围了？我的老天爷，今天这位到底是什么主啊？警卫长刘长青报道，请指示。麻烦把这里处理一下吧。是，咱们回去吧。好，我去开车。我去，这也太帅了。他满足了我对男朋友的所有幻想，好喜欢。明星杜威在他面前都被秒成渣。不行，我要发个朋友圈，太帅了。
我也要发啊！奇怪，怎么回事？为什么发不出去？各位好，我是龙国保密局下辖警卫连警卫长。刚刚发生的一切关系到国家机密，烦请各位签署保密协议，删除与刚刚有关的一切影像、录音资料，如有违反，将以泄密罪论处，并交军部庭审。你好，我想请问下，刚刚那位帅哥是谁？对不起，无权奉告。他凭什么有特权？凭什么在这占用这么多公共资源？还要我们配合？凭他是国士，凭他以一己之力让咱们国人扬眉吐气，不再看外国人脸色，凭他造出了可控核聚变。米国白房子大型会议室中，大家都说吧，对这件事情怎么看？说什么？有什么可说的？当初就不应该逼得太紧太急。现在龙国解决了光刻机全产业链问题，并且做出了比阿斯米更高端地光刻机，这都是我们逼出来的。闭嘴！你凭什么说他们比我们阿斯米的光刻机更高端？到现在还不承认？棒子国的三星会长已经说了，这款光刻机无论是速度、效率还是整体价格，都比你们的强100倍。放屁！够了，让你们来是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吵架的。都说一下意见，不能眼看着龙国光刻机一家独大。有我阿斯米在，绝对不允许他一家独大。山田太郎，你为何背着我们去龙国求购光刻机？你这个背信弃义的东西！我背信弃义？你怎么不问问你们英泰尔？是他们先偷偷的跑到龙国洽谈光刻机的。据我所知，已经买了50台。你倒先问起我来了。山田太郎，问你就直说自己，别嘴贱。这里是米国。总统先生，您就不能说句话？他说个屁！因为他的封锁措施，倒逼龙国在芯片产业发力突破，让咱们再次错失一个尖端高地，他难辞其咎。他等着被弹劾吧。总统先生您滚，都给我滚，滚出去！同事，龙国商务部何部长最近也很忙。这就是被那些毛子求着的感觉吗？好累，但真的好爽啊！瞅瞅把你给嘚瑟的。咋？好不容易扬眉吐气了，还不能嘚瑟几天？再怎么嘚瑟，也不敢在您孙部长和蓝教授2位功臣面前嘚瑟，哈哈哈！我保证以后也不用再去求他们了，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哈哈哈！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得再喝一杯。蓝教授，要不你也来一口？别，我这一杯倒的酒量，上次已经丢过1次人了，我可不想再来第2次。正在这时，何部长的秘书走了进来。英泰尔总裁想要拜访您。另外，倭国大使提出抗议咱们贸易歧视、区别对待。高桐总裁也再次到访，水果公司库查也已经到访，想要明天拜访您。告诉他们我明天有会，让他们等一会儿。好的。对了，英国也想求购光刻机，总统特使向您递交了拜访计划。腰不容易啊！阿三不是说也要自己研制吗？让他们都等着吧，没时间见他们。至于那个倭国特使，让他滚。好的。燕京航空航天研究院，蓝教授，你现在是越来越神秘了，神龙见首不见尾啊！就是走了这么久，也不知道来咱们航天院看看。2位这是说的什么话？我这不是来了吗？走，去办公室聊。对了，最近俄熊回收空间站给咱们了一批天外陨石，那些陨石到了没？到了，就在8号库保存着，就等着你过来呢。走，现在去看看。蓝教授，用这个陨石的物理属性，是不是可以再生产一架天威？天威1号生产出来之后，现在已经成为了各国军迷的偶像。哈哈哈，这么大一块，可不止一架天威1号了。哈哈哈，那这次赚大发了。蓝教授，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工建造了？可以，不过除了建造天威1号之外，咱们还需要再建造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航天飞机。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这架航天飞机可以直接穿过大气层进入外太空。不可能，这不符合。蓝教授，你不是在开玩笑？当然不是开玩笑，我们现在完全有这个实力，而且天威1号就有这个潜力，只需要稍微改造一下就可以。这是我改造之后的天威1号的设计建造图纸，使用了最新研发的1纳米芯片，各项数据的处理速度快了3-5倍，雷达系统也使用了芥子微纳米材料。这太牛逼了也！我们保证马上把这战机生产出来。没事，不用太着急，等个3-5年，他们也追不上。蓝教授，我开天威1号送您回去吧。我这刚来，你现在就要给我送走吗？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还有事儿，暂时不回去。行，您什么时候需要，我再给您送走。航空航天研究院外面，一辆奢华大气的龙20停在航天院外面。董事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还需要您亲自出来迎接？一个让我敬佩的大人物，也是个让人敬仰的大科学家。谁这么厉害的？那他对咱们的汽车领域有了解吗？这应该不懂吧？据我所知，他之前没有搞过汽车，但是孙部长和何部长都说了，只要我拉住他，咱们龙汽集团就振兴有望了。那我一会儿要好好看看了。
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蓝教授此时已经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你不要过来啊！